但喜欢的男生跟我说有人在追他，怎么办？他之前也说过喜欢我，也表白过，但是是在微信上半开玩笑那种。我明确跟他说需要正式的当面表白。平时我会对他释放很多信号，不存在误会。但是为啥我俩关系一直没有进展呢？今天他跟我说有个女生在追他，还给我看聊天记录，让我给他参谋。这是在故意试探吗？我该不该骂他一顿然后拉黑呢？拉不拉黑不知道，你可以骂他一顿。这哥们儿给你整的啥呢？这哥们儿给你整的那啥兵法，整上兵法了。兵法这叫啥呀？孙子兵法嘛。孙子兵法，人家正有那个，咱们有这个好的那个叫孙子兵法啊。像这种兵法，你就是孙子兵法是吧？这个孙子兵法和孙子兵法还不太一样。他这个兵法比较孙子哈。不太好哈，这个不太好。有点坏啊！以退为进，欲擒故纵都不对，这还不都不对？不对啊，不对啊，这都不对。他这就比较坏，但我也想不出，我一时也想不出来他这个是啥兵法，但是就是有点讨厌哈。骂他一顿吧。你说你要喜欢我呢，你就好好的，你这是要干什么？太坏了，还给我看聊天记录。他跟我说有个女生在追他，还给我看聊天记录，让我给他参谋。你说拒绝了吧？你这样的人是吧？拒绝了吧？我比较了解你。蛋总你好，现任有一个，还有1分钟发券啊，券比较少，大家多见谅。蛋总你好，现任有一个谈了7年的初恋，我总是产生回溯型嫉妒。顺口溜太多了，我这每天学习的速度赶不上你们造词的速度呀！回溯型嫉妒就是什么东西啊？我这里真没有啊！我刚把回避型依恋弄明白，我这又出来个回溯型嫉妒，哈哈，意思就是说嫉妒他的以前的恋爱是吧？她现在男朋友有一个谈了7年的初恋，她嫉妒这个初恋啊，回溯型嫉妒。哎呀，天哪！我是头疼型电信啊。怎么和这种情绪和解呢？具体情况如下：男友从高中起就和他初恋在一起了，最后因为工作城市等现实原因分手了。我呢是第一次恋爱，刚和他谈的时候我还没那么在意，但后来越想越不对劲儿。他们也如此甜蜜过，这些事儿呢他们也都一起做过，并且高中到工作这中间太多的人生节点，他们都是一起度过，甚至都没有分开过一次。没有分开过一次，最后咋分开了？那不还是分开了吗？没有频频分开是吧？连共同爱好都深受对方影响，想到这就很失落。那要我还有什么用呢？这么想问题啊？你这就不叫回溯型嫉妒了，这个叫什么呢？这不叫回溯型嫉妒。说那要我还有什么用？那这叫啥呢？回溯型自我否定啊，回溯型自我否定啊，这不叫回溯型嫉妒，你好像没太嫉妒，你自我否定了。其实男友对我很贴心很照顾，也跟我解释过，现在只想好好爱我，跟我是奔着结婚去的，他各方面我都挺喜欢，唯独一想到7年初恋的含金量，还是心头一紧，要怎么调理？救救我这个恋爱新手，是吧？回溯型自找不痛快，回溯型自讨苦吃啊，唉，还含金量呢。
想到7年初恋的含金量，那啥含金量？含金量不也分手了吗？有含金量？啥含金量啊？金价最近是不是也跌了呀？这含金量，含金量半天不也分了吗？还记得我们这个小卖部曾经来过一个栽树节吗？还记得栽树节吗？姐妹，你们记得栽树节吗？姐妹，有一句话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对吧？你也可以像那个栽树姐那么想问题啊。这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个话用来比喻人有点不太好啊。我只是说那个栽树姐是这么比喻的，你可以这么想吧，咱们不要用这个比喻，以免产生误会。你可以这么想啊，这个人哈，这个男的，他跟一个前女友在一起7年，他跟他的初恋在一起7年，他在7年中呢，他学会了怎么跟女生相处，学会了什么样是良好的关系，学会了怎么照顾人，学会了什么什么等等等等啊，这是他呢，哎，这个不能打比喻，我想想啥。他踢球吧，这个男孩呢，比如说他过去7年还踢过7年球，他在这个足球队呀，他学会了跟队友的那个配合啊，学会了遵守比赛规则，学会了在失败之后呢不气馁，学会了再次出发。现在呢，他初恋呢分手了，腿脚也不好，足球也不踢了，但是他留下的不都是成长吗？你可以这样想啊，姐妹儿，可能你一想到那7年那是个初恋，哎，你就觉得其实本质上跟这个踢足球啊，他去学习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它有区别，但是你想他成长的那一方面的那个共性，不要去想他那个，你不要往那个男女上想，你想的是这个人的在过去7年中因为这件事情的成长啊。哎，我这太难打比喻了，我这特别怕那个说错话，不是说我不是说他这个不是说把这个谈恋爱比喻成踢球啊，你就理解为他7年中干了这么多事儿，其实这些事儿对这个人来说都是成长啊。对吧？这个栽树就不太好听，这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不太好听，就不太好听就算了，你就理解为他过去7年中得到了一个成长啊。7年唯一想到的是7年初恋的含金量，是吧？7年初恋的含金量呢？如果真的这个7年初恋有含金量呢，这个含金量其实就是内化到这个人身上了。这个人在这个感情中呢，提炼出了一些黄金，内化到自己的心里。如果好的话，他就成长起来了。我感觉是嘛？你看他现在，你看你自己不也说，跟我是奔着结婚去的，现在只想好好的爱我，对我很贴心，很照顾，这不就是含金量吗？这个就是含金量。你别觉得7年初恋的含金量是在那个还在他们的关系里，不在了。7年这个含金量已经内化到他的身上了。当然他那个初恋身上可能也有，但他俩的关系没有了，他俩的关系已经没有含金量了，结束了。但他们每个人都在这段关系中得到了成长。完了，这个男的呢，带着这些含金量，现在来贴心的照顾你，好好的爱你，跟你奔着结婚去了，各方面你都挺喜欢啊，就这么点事儿。没啥好调给的啊，没啥好调给的。欢迎各位，感谢。是吧？你觉得他们7年的感情有含金量，你完了，你这个就是要回溯型嫉妒，是吧？7年的感情的这个含金量不在那个关系里了，已经都在这2个人各自的身上了，两个人都得到了成长，就这么点事儿。我已经来来回回说的比较复杂，我感觉他是第一次谈恋爱，所以我说的绕一点啊。这个可能，这个在看我们看直播的朋友，其实好多朋友肯定已经早就听懂了。但是这个小姑娘呢，是
他说他是第一次谈恋爱啊，他第一次谈恋爱，他有点头晕，我就多给他啰嗦几句啊。认识了一个弟弟，比我小1年，聊天也算有来有回。昨天约他看电影，他说今天回复，但是没有。主动说教我打球，好几次了，我没正面回应。昨天约电影的时候又说教我打球，啊，我说等我买球拍我就告诉你。蛋总怎么看呢？我应该继续主动吗？啥玩意儿？教我打球没打？你为啥不打球呢？非要约人家约你打球，你非约人家看电影。主动说教我打球，我都没回应。昨天我约他看电影，他又说要教我打球。这个兄弟是不是就是缺球友啊？真的很喜欢打球，备战下届奥运是吗？啥意思？我应该继续主动冲吗？我觉得这个弟弟挺主动的，你没有太主动呀。你现在需要的就是接受啊，你不需要主动冲啊，你就把球拍买了不就行了吗？下次他再说教你打球的时候，你说好，我学一下，不就这么点事儿吗？练球脑，丹哥你好，我是一个95年大龄单身女青年，别这样啊，别这样啊，别这样。你说你是95年大龄单身女青年，你冒犯的可不是我一个人啊！你看看这下面，你看看下面，你一会儿看看下面。硕士毕业前因为异地分手，工作3年都没有遇到很喜欢的人，接触了一些男生，要么不想要一段严肃的关系，要么聊着聊着对方就消失了。但我的工作本身比较忙，加班出差都很多，所以也觉得不能完全怪他们，是我自己先消失了。蛋哥可以给一点拓展社交圈和脱单的建议吗？我比较喜欢成熟一点的大叔型。有被冒犯到，你看是吧？有被冒犯到。工作3年，我的工作本身比较忙，加班出差都很多。拓展社交圈和脱单，比较喜欢成熟一点的大叔型。多大的大叔呢？关键你这个工作本身还比较忙，这咋整？加班出差都很多。不会是想要90年的大叔吧？姐妹，你搁这大叔半天，最后我问你你喜欢多大，你给我说一个喜欢90年的大叔，你不是这样吧？姐妹，他95年的嘛，我感觉有可能。哎呀，我不知道哈，如果是这个工作本身忙，加班出差都很多呢，拓展社交圈的话，就可以搞点啥呢？比较健康一点，运动吧，运动吧。刚不是那个打球的吗？什么打球啊、骑车啊啥的，好像都行吧。打球、骑车不都认识一些健康一点的人吗？至少。对，还有爬9个小时车山的。我确实不知道哈，
我确实不知道。哎，我是这么想哈，朋友们，就是拓展社交圈的方法呢，我不相信他需要问我一个工作了3年的人。问我拓展社交圈的方法，我想不出来，因为拓展社交圈的方法，你随便刷小红书，每天都告诉你一大堆拓展社交圈的方法。我不觉得他是需要拓展社交圈的方法，这有啥方法呀？拓展社交圈需要的是意愿，需要的是你的那种付出时间的欲望啊！你愿意付出时间，你怎么都能拓展社交圈。完了你。上来就说工作忙，加班出差都很多。你问我怎么拓展社交圈，其实拓展社交圈方法到处都有，你不需要你问我方法，我觉得你就还是意愿不足。你意愿不够足，你就很难拓展社交圈。你意愿够足，咋都能拓展社交圈。意愿够足，就像我说的什么打球啊，什么骑个自行车，也不用你就在街上溜达，你去公园坐会儿，板凳上一坐，酒吧喝杯酒，咋不能拓展社交圈啊？咋都能拓展社交圈，是吧？你就还是意愿，姐妹儿，我觉得你可能需要的是你得把你这个意愿表现出来，就不是说方法，你就是每天出去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我今天我得多交点新朋友，哎，每天一出去的时候脑门上就写着这个，我今天要交点新朋友，你心里老想着这个事儿呢，别的人会看到的，别的人会看出来的，你的整个行为也会有改变的。你拓展社交圈，其实你在你的工作中就能拓展。那同事还没个朋友了吗？同事还不聚会了吗？对吧？总能拓展的。你这缺的不是方法，缺的是意愿哈，缺的是意愿。觉得会累，对啊，他肯定也是觉得会累呀。这个东西就是有失必有得嘛，对吧？这个东西就是有失必有得，没有那么正好的事儿哈，没有那么正好的事儿。你肯定说啊，那我拓展社交圈，我会不会显得我太主动了？会不会给人感觉我这个人，哎呀，太主动了呀？好累呀！万一交来的朋友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怎么办呀？哎呀，万一又遇到坏人怎么办呢？就是会遇到的，那肯定会遇到的，就是没有那么正好的事儿啊。要有那么正好的事儿，哪还有这么多烦恼呢？这个世界上不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多正好的事儿，才有这么多烦恼吗？就是这玩意儿就是要努力的啊，没办法啊。没办法，你有这个意愿想结交点，你如果是一个工作本身很忙啊，什么这种，就是职场氛围比较好的这种，你想认识点成熟的这种，咱别说大叔了吧，你想认识点成熟的男的，工作的什么的，这简直也太容易了。蟠桃需要冰箱保存吗？你看你啊，吃得快，然后你想让它变软，你就别冰箱保存，你放在那个常温，它就会越来越软，越来越甜，而吃得快的话，你要吃的比较慢，你就放冰箱，它就存的时间长一点，然后能脆一点、硬一点啊。欢迎各位朋友，感谢各位关注。但你好啊，有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人能单方面完成爱情吗？这又给我整这种哲学题。这人能单方面完成爱情吗？大家也可以回答一下。大家给我自恋，自恋的。哎呀。看过那个大宅门吗？大宅门里那个白景琦他妹妹不就是嫁给万小菊，不就是单方面完成了吗？那你看看好吗？你觉得那个爱情？从事实推断，前男友应该没怎么爱过我。这还是那封信啊，就是这个姐们儿抛出了一个哲学问题，天问说人能单方面完成爱情吗？然后马上就开始用事实举例了，这是一个写论文的好手啊。从事实推断，前男友应该没怎么爱过我，分开没有任何挽留。
这个，哎呀，怎么这么快就8000多人了？新来的朋友，欢迎各位啊！新来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一下，然后新来的朋友可以点开我们这个购物袋的这个叫销冠的这个分类，这都是以前我们小卖部卖的非常好的东西。老朋友呢可以点开这个叫新品的分类，这个新品呢就是这两天上的东西啊。然后新来的朋友对这个销冠给的东西有不理解的，说这个牛脆脆选什么口味啊，硬不硬啊，好不好咬啊，你就直接发在弹幕里。他们那个 ID 前面有粉丝团3个字的那些人呢，会帮我回答你们的，感谢啊，感恩感恩感恩，我就接着读信，感恩啊。从事实推断，前男友应该没怎么爱过我，分开没有任何挽留。我回头找他，他也说算了。在一起时，我感觉到无与伦比的爱的体验。什么玩意儿？前男友应该没怎么爱过我，在一起时我感觉到了无与伦比的爱的体验。就是感觉能力特别丰富是吗？我充满了生命的激情与活力，一见到他我就满血复活，并且充满了工作的灵感。最上头的时间我工作都特别顺，我认为他是我的缪斯男神。太荒谬了，太荒谬了，缪斯男神。但我好像没给他这种体验呐，跟我在一起他好像时常很疲惫，而且没有像我一样容光焕发。他是被我吸干精力了吗？还是不爱就会疲惫啊？我自己单方面自嗨了吗？分手后，我一方面时常感觉到愧疚，没给他带来良好的恋爱体验，一方面又觉得天杀的，怎么会有人不爱我这么阳光可爱、知性大方、热爱生活、有上进心的女人啊？但我需要夸一夸，我不相信自己不被爱。你能量太猛啊，姐妹！我光读你这封信，我就能感觉到这个能量扑面而来啊！你这个能量指数是这个什么3个加号往上啊，这能量太猛了，这一般人接不住，能量太猛了啊！你这个缪斯男神呢，一开始可能还旗鼓相当的对手呢，谈了一段时间发现扛不住了，接不住啊！你得找一个跟你能量匹配的人，好吧？最后你这三声对我的连续的呼唤，我都差点扛不住了。前面我还勉强读，最后一行连着3个但，我需要夸一夸，我不相信自己不被爱，3个感叹号。哎呀，光是读完就已经筋疲力尽，可以想象你的缪斯男神承受了多少。我已经感觉到疲惫了，难怪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时常疲惫呢。我这就读了你3分钟信，我都疲惫了，那他跟你在一起能不疲惫吗？姐妹，但这不是你的问题，3个感叹号。能量强是好事啊，你只是没有找到那个跟你能量匹配的人。以后我健身完的这一天，不要写这种信给我啊！在我最脆弱的时候，我承受不了啊！我健身之前可能能给你勉强过那么1-2招，现在败下阵来了已经。哎，太可爱了！再给你念一遍啊！我一方面时常觉得愧疚，一方面觉得天杀的，他对我天，我真没在人生中遇到有人会用天杀的这个3个字。天杀的这3个字不都是小说里用的吗？我一方面觉得天杀的，怎么会有人不爱我这么阳光可爱、知性大方、热爱生活、有上进心的女人啊！3个感叹号。
太猛了啊，姐妹儿，你这个能量太猛了啊，这一般人扛不住啊。我能理解，这一般人真扛不住。但是总能找到的。哎，有时候你不是说能量匹配，可不是说找个一个跟你一样感叹号特别多的啊。有的人能量匹配，他不是说你既然用了天杀的这3个字，可能你对武侠小说有点了解，那我就这么说吧。有时候呢，一把刀找到另一把刀很好，哎，有时候一把刀呢找到了一个鞘儿，是不是也更好，是吧？你也别老觉得非得找到一个能量跟你匹配，非得这么刀光剑影过招的。有时候你找到一个鞘也很好，但是这要看你的运气了。能量是很强哈，我只是说给你提一个醒，你别听我说完了，非得去找那个跟你一样特别猛的哈。可能找一个哎，就是特别能让你也沉静下来的也很好。视力表夜光吗？不夜光吧？我没注意啊，这视力表夜光吗？我的同事们，找个磨刀石，找个绕指柔，都是卖刀的。蛋，这太可爱了！给你们看，我不是在乱念啊，真的，对，笑死我了！我把他 ID 挡一下，我这个哎怎么不够人家 ID？ 你看这个连上这3个，看到吗？最后那一行，蛋，太有意思。哎呀，念个长的吧。来吧，来一个长的这种，一看就倍儿痛苦的这种。我发现这个从信的长短就能看到这个朋友的精神状态。一般给我们投稿的，就是这种精神状态特别昂扬奋进的，没有写这么长的。写这么长的，一般都是那什么的。咱们试试这个理论准不准？但你好，很希望被选中。这段时间一直很痛苦，很纠结，好像被困住了。这几天一直在看你的直播片段，总想着会不会有一瞬间能有听君一席话，豁然开朗的感觉。我被断崖分手快20天了，我们谈了5年了。分手第2天，他就跟别的女生确定了关系。说是以前的同学，没想到就在分手第2天，家里的饭局又遇到了。家里的饭局又遇到了。就是说咱们家里这个饭局也是那种就是坐在街边公开的那种饭局是吗？流水席谁都能突然加入，这么巧吗？分手5天后我也丢了实习工作，真的是雪上加霜。这段时间我一直都走不出来，每天都在自责、伤心、痛苦和冷静啊，每天都在自责、伤心和冷静之间徘徊。你没有冷静啊，姐妹儿，你那个叫麻木了痛的啊，你还没冷静啊。分的那天下午，我们还一起逛了超市，他给我买了蛋糕。晚上在看综艺的时候，他突然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都是装的，但是他装不下去了。可是那段时间，他也给我绘制了很多美好的未来的场景。我不懂，既然都酝酿着说要分手，为什么还要给我这么多承诺？包括分的第2天，还说他知道我还需要他，所以他没走。而我也陷入了 KTV 困局。这是什么转折？这是2封信叠在一起了吗？什么叫而我也陷入了 KTV 困局？我们本来定了周日的 KTV， 但是我感觉有个活来不及做，所以在周6下午取消 KTV。那天晚上他就接到了爸爸的电话，说明天晚上回去吃饭。我说如果你明天要去 KTV 的话，你还会去吃那顿饭吗？他说不会，就有正大光明的理由拒绝。他提分手的事情之后，我也问他，如果明天要去唱 KTV 的话，你还会在今天晚上说这个事情吗？他说不会，他会另外再找个时间。我以为 KTV 是一个什么
缩写呢？就是 KTV， 我在这想半天，这又是什么新词儿 ？KTV 困局又是什么？我这脑子一顿转，就是 KTV 啊，就是订了 KTV 没去啊，说要是去，可能他俩不至于分手。这姐们是这么想。哎呀，我的妈呀！我被你们这天天回避型依恋、回溯型嫉妒，我都吓傻了。这 KTV 困局，我真以为是一个又全新的词汇呢，都不敢质疑，我真以为是又一个全新的词汇。我每次想起就觉得是自己取消个 KTV 加速了分手的过程，自己促成了他和那个女生的见面。我知道这是一场梦。哎呀，哎，那歌怎么唱？像梦一场，他早晚会提的，但是总想发生的再晚一点。我们都还在上学，所以平时一直在一起，但家是异地的。其实双方心里清楚，未来不会在一起，都不愿意去对方的城市。他也说了很多，还有2分钟发券。他也说了很多次，我不关心他，不在乎他的感受，只是我接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分手。我总在怪自己为什么都不多陪陪他，给他多点关心。我想我可能有依恋型人格，该来的还是来了啊！依恋型人格，好的，我看看这一晚上我能看出几个依恋型人格。我对恋人寄托了太多情感，包括家人和朋友的角色，我给了他太多压力，这么多反省呢？你这 KTV 反省就算了，这后面咋还这么多？我在自己最狼狈的时候遇到了他，对他来说，对我来说，他是救赎，是精神寄托。我害怕一个人的孤独，也害怕再也遇不到心仪的男孩。每天凌晨还是会醒，梦到和他一起的场景，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很颓废，也一直在自责。蛋总，我该怎么彻底清醒？你先从不押韵和不自省开始，好不好？你先不要自我反省，然后不要给我押韵，你就能尽快清醒，好吧？感谢大家关注啊，发券了。今天的新品是这个咖啡啊，这个茉莉花茶的，这个茉莉花茶的特别好喝，就是不酸不苦的咖啡液，非常方便啊，兑点冰水啊，兑点椰子水也行。椰子水它会送，你买这个呢，它就会送椰子水2瓶，还会送一个这个杯子啊。Bug is a happy accident 啊。这咖啡液呢，就是比较方便，而且就是适合那个怕酸怕苦的朋友。还有茉莉花茶，淡淡的一股茶香味儿，推荐给大家。哎，这小姐们儿，我看看这是什么呀？这是还在上学是啥意思？我们谈了5年了，但还在上学。哎呀，我的天！姐妹儿，这个精神寄托，其实我们说过一次啊，我们在这个很早以前直播的时候就说过一次，精神寄托不能是任何一个人啊，精神寄托不能是任何一个人啊。对我来说，他曾经是救赎，是精神寄托。你看，你拿一个人当精神寄托，这不就你看就剩痛苦了。你都不如拿一个 KTV 当精神寄托。你说，如果是你喜欢最爱的 KTV 倒闭了，你会这么伤心吗？应该也不会这么伤心，是吧？拿人当精神寄托，真的不如找个 KTV 呢。真的，真的。人不能用来当精神寄托啊！宠物我也不推荐，宠物我也不推荐。
精神寄托要放在一些很虚很虚的事情上，不要放在人身上，不要放在动物身上，放在很虚很虚的事情上，放在一个发心上，放在一个爱好上，放在一个事业上，就是那种说出来让人觉得你有病吧，就是那种，比如说世界和平，让人觉得你神经病吧，说什么呢？但是你如果真心觉得特别希望世界和平，这就是个挺好的精神寄托。不要放在人身上。哎呀，你这不 KTV 吗？那你既然订 KTV， 应该挺喜欢音乐的吧？音乐也可以啊，音乐也是可以的啊。找点那个经久不衰的传唱是吧？好听的。哎呀，这个姐们儿啊，闹挺。太喜欢反省了，太喜欢反省了，有幻觉哈。这一看就是确实挺痛苦，所以我这个我也不知道该说你吧，我也怕说中了，真的很痛苦啊。他被这个分手以后，他居然反省已经细节到了说，如果我不取消那天的 KTV， 是不是我们就会一起去唱 K？ 如果我们一起去唱 K， 会不会就不分手？不会的啊，一定会分的啊。哪怕你在 KTV 给他唱了我们能不能不分手，还是会分手，一定会分手。晚分不如早分，长痛不如短痛。肯定会分的啊，肯定会分的。别想了啊！你说这种事儿，你想这么多有啥用呢？就把自己想的这贼闹心。每天凌晨还是会醒，哎呀，梦到和他在一起的场景。哎呀，抓紧约你的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去唱 KTV 呗。你这不 KTV 刚定了，我看取消了吗？周六下午取消了，再定一个吧，赶紧唱 K 去吧。唱 K， 运动运动，找点事儿干，找个实习挣点钱，看看书，打打球，是吧？是个不错的经历，你就当它是个不错的经历就好了。很少人有你这么厉害的经历的啊！谈了快5年，然后分手第二天他就跟别的女生确定了关系，也不容易的哈。这个经历以后可以经常跟别人分享一下。以后这个出去玩，他们吹牛说：“哎，我干过什么？我干过什么？我当年啊订了一个 KTV 啊，说你说什么 KTV 怎么搞？我订一 KTV， 我取消以后，我男朋友跟我分手了，哎，分手以后马上就跟另一个人在一起，我们好了5年。”你这都可以给 KTV 做广告，你说这什么 KTV 这么重要？取消一个 KTV 导致这种分手，姐妹儿，我推荐你经常把这些话说出来啊，姐妹儿，我可能你不要像我那么发疯啊，但我这个意见是真的啊。我觉得这个姐妹呢，太喜欢自己在心里想了，她一直都把这些痛苦在心里想。你这么一直想啊，一个人想，容易越想越窄。把这个事儿呢，你一个人就越想越窄。你可能说出来，别像我那么夸张的说，但我推荐你说出来，就是跟你的朋友说，甚至都可以跟陌生人说，跟家人说，什么你就到处去说。说我就因为取消 KTV， 我这辈子再也不取消 KTV 了。我这辈子我订了 KTV， 我一定要去唱啊！好，这5位朋友获得了我们加赠的那个白话汁。姐妹儿，
我认真的啊，我认真推荐你，我认真的推荐你把你的微信签名改成此生再不取消 KTV， 此生定 KTV 必唱，把你的微信签名改成此生定 KTV 必唱。然后呢，朋友圈那个背景图就换成那个你的那个你订的那个 KTV 的那个门头的照片，拍着，此生订 KTV 必唱，3个感叹号，哎，虫子，真的，我认真的。你这事儿慢慢你就脱敏了。你每天点开自己朋友圈都看到这些，经常有人问你在发什么神经？你慢慢就脱敏了。你这往自己的心里想，你好不了，别这么想了啊！我认真的啊，听起来有些荒谬，但是我是认真的。蛋总你好，一直很喜欢你的生活态度，最近一直在听你的播客。我有一个朋友有点小烦恼，希望你能开解他一下。我看看你是，我看你这个什么时候把自己聊爆了，看看是不是你的朋友。我这个朋友最近谈恋爱了，但是这个男生一直说他不够喜欢他，但是的确呢，他也可能是不够喜欢他的，只是闲着无聊找个人一起玩，但是这个男生就一直想要求他喜欢他更多一点。我这个朋友就寻思那就演一演吧。上周末他们一起出去玩，本来约好周天回来，但是这个男生周六晚上突然有一个重要饭局，说完回来参加，我就问他都有谁，聊爆了啊，在这儿爆的啊，我就问他都有谁啊，换第一人称了啊。说完回来参加，我就问他都有谁，他说他的几个朋友，我真服了。没坚持几行啊，这差不多在第10行左右就把自己聊爆了呀。他说他的几个朋友还有他们的女朋友都是已经结婚和快要结婚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但是是第一次见的人，可能以后生意上会有往来。我就说那你也带我一起去吧，反正他们也都带了女朋友。结果他说我又不认识，带我不去不太好，而且那个很重要的朋友他也是第一次见。在回来的路上我就一直不高兴。姐妹写完信自己都不检查一遍吗？这么着急吗？以后再那个找个文档编辑一下，检查检查啊。真服。回来路上我就一直不高兴，我心想你不带我去喝酒，那我就自己找人去喝酒。我就找了一个之前一直约我的朋友，我以为还会有其他人一起来呢，结果就他自己一个人过来。还问我出去玩开心吗？我就跟他吐槽这个事儿，吐槽着，不知怎么就亲到一块儿去了。哎呀，我们俩认识也有2年了，一直是好朋友。他也知道我有男朋友，但是我和他接吻体验感还挺好的，嘿嘿。他还给我来了嘿嘿3个感叹号。但是和他接吻体验感还挺好的，嘿嘿3个感叹号。看来是挺好，嘿嘿上个还。哎呀1万人了哟！哎呦，我的妈呀！好，欢迎各位啊！新来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老朋友可以加一个这个粉丝群。新朋友可以点开这个袋儿啊，这购物袋里头有一个这个销冠，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卖的比较好的。老朋友可以点开这个新品看一看啊，今天上新了一些东西，有这个独立包装的肉肠啊，很好吃，还有咖啡液。是茶咖啊，有茉莉花茶，有一淡淡的茶香，不酸不苦的咖啡液，还送杯子啊，送椰子水啥的。然后还有长相思的葡萄酒，这个是买2瓶送一套那个
野餐的那个杯子什么的，还有椰子冻干。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新老朋友。我接着念啊，我看看这个精彩的故事怎么回事。黑黑啊，到黑黑了。他还喷了我最喜欢的香水，所以我现在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一直在内耗。一方面觉得这样不太好，一方面我又怕失去他们俩。都怪我道德感太强了。是太强了啊，太强了啊！我要是没有道德，就不会有这样的困扰了。哎呀，蛋总，你说我该怎么办啊？他还有后续，我没回，他又来了封后续，有后续了，有后续了，我来更新了。后续就是我和第一个已经分手了啊。行啊，行，哎呀，给我省事儿了。我正还不知道怎么面对你这个这么强的道德感呢，看来你自己也无法面对了，先分手了，可以了。更抓马的事儿来了，我还念呢，更抓马的事儿。上周末我去给一个足球队当啦啦队，结果其中一个队员是我前男友的好朋友。开始我就没认出他来，我到处在搜手调戏小男生。我就说这人怎么一直看我呢？我还以为他也被我给吸引住了，但是没一会儿他女朋友来了，我一下认出来了，我见过他俩。我当时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个世界太小了，我不敢想他们回去以后会怎么蛐我。我为我自己的鲁莽感到自责。道德感太强了，确实太强了。你这个道德感强归强啊，姐们儿，你这个道德感强是确实强。咱们用车来比喻呢，就是你这个道德感起步加速不太行，就是来的有点晚。动力是很强劲的，你这个道德感，咱还不说啊，你这道德感该说不说，真是挺强。来的有点晚，就是这个起步加速吧，就是太慢了。可能你其他的那个，你的心里的其他的东西啊，什么调戏小男生，嗡，什么给吐槽着，已经就不知道怎么就亲上去，嗡，这都已经就提前发车，一脚油就嗡嗡。哇，说这个足球队员说这个，哎呀，这挺漂亮，然后嗡，然后呢，你也不能怪你是吧？你看你这一下这些就先快，然后呢不知道怎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就亲上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一下跟这个小男生开始暧昧上了，突然道德感来了，早不来晚不来是吧？要不就别来，多讨厌这道德感。要么就早点到，要么就别来了。你说你看你这都这还该干啥呀？这道德感。这个道德感不行啊！这个道德感起步加速有问题啊！行，很同情你啊，姐妹，很同情你，非常同情你。也不知道你这么悲惨的人生将来该怎么办，真不知道啊。可能会一直快乐吧，不知道。你的人生我评判不了，好好的吧，注意安全就完事儿了。我也不知道该咋说，我还说啥呀？我还能说啥？不知道说啥，注意安全吧。欢迎各位，感谢各位关注。
新朋友可以点个关注啊，老朋友可以加一个那个什么粉丝群，然后新朋友可以看看我们的销冠牛脆脆烤奶脆片，我们这个奶脆片特别好吃啊，就是小时候偷吃奶粉那个感觉，非常好吃啊。烤奶脆片，牛脆脆，牛脆脆，我手边现在是这个辣味的啊。哎，算了，这个没打开，我还是打一个开个。整片的牛肉，风干烤干的脆片啊，特别好咬，脆的，不费牙的。新朋友可以买这些畅销品，还有经典的番茄，甚至还有配套的短袖，是吧？番茄也都卖得很好。新品呢是有这个茉莉花茶的茶咖。这个就是不酸不苦，有一点淡淡的茶香味的这个咖啡液，非常方便，直接倒给它兑点冰水，兑点椰子水就行。椰子水哪来的？他送的，他送椰子水，还送你个杯子，非常方便。还有那个肉肠，肉肠我吃完了，肉肠吃完了，我可以看一下，这个肉肠就是独立包装比较方便，回去微波炉啊、烤箱啊、空气炸锅都能整啊。感谢大家的关注，我就接着读信了。然后我那个伟大的老顾客们帮我稍微的控制一下局面，销售一下，感恩，维持一下课堂距离，感恩。我接着读信。牛脆脆推荐你就3个口味各来一罐啊，但是好像据大家反映，他们都说孜然味接受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觉得都很好吃啊。今天还有个新的酒，长相思这个酒呢是酸口的，青苹果味的那种酸，就是自然的果酸。买2瓶的话送你一套野餐杯。这个短袖也有，这是个短袖，这不是士力表，这有个短袖。我们那个脆片饼干还有吧？果仁脆片饼干也还有，应该还有吧？这饼干还有吗？没注意啊，这应该还有。塑料的啊，这杯子是塑料的。肥瘦好吃还是牛胸口？牛胸口就是更肥一点，看你自己的选择啊。蛋蛋你好，我是一名女性，在刚毕业时就跟谈了4年的男友结婚了。谈恋爱期间和婚后他均有出轨现象。我由于恋爱脑没有安全感，我都原谅了他。结婚8年，这什么玩意儿？结婚8年，他均有出轨欠债诸多情况出现。期间我们也多次争吵闹离婚。我只谈过这一个算是长期相处的男性，可能脑袋里嘛一直有这个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我上次听到从一而终这4个字还是看《霸王别姬》。哇，封建思想。但这2年我清醒了，我发现清醒了，哎呀，太好！我发现我打破了对他的所有滤镜，我看到了他的本质。最近一段时间，他可能感觉到了我的不一样，有意识的对我好。昨天我提了离婚，并且很坚决。他询问后问我是不是有别人了，然后开始砸东西，然后又说不想离婚。蛋总，我的底线被他一步步降低，在最觉得合适的4年前，他出轨时就该离婚的时候，我没有付诸行动。现在他说我毁了我父母，他父母，孩子还有他，说我离了也不会有好日子过。姐妹，你再不离，怀疑你要出人身安全问题了。
赶紧啊！你这个可能得寻求法律帮助了，我这个小卖部帮不了你了，你得寻求点法律帮助了，你这不离是不行的啊。有点危险啊。我觉得你先找你父母，因为父母呢肯定还是站在你这头的，大概率吧，咱别说那么别说那么绝对，大概率你父母还是站在你这头，你把这个你的处境跟他说一下，跟他们说一下，然后寻求一下家人朋友，实在不行还得寻求法律帮助啊，赶紧离吧。我给不了你什么建议了，我的建议就这么简单，你可能需要的不是说我在这嘻嘻哈哈能帮到你了，抓紧啊，一天都不能耽误了，一天都不能耽误了，危险。好吓人呢！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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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自己，为了孩子啊，为了未来，都得跑啊！闹挺。我去拿个白话针，我稳定一下情绪啊！啊！赶紧跑啊，姐妹儿！期待你的后续啊！你这个将来办成了好怎么样的时候，再给我们来封信啊！期待你的后续啊！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这个是吧？非常好的结局，一个好的离婚证。麻烦给我匿名，谢谢。好的，蛋总你好，买了奶片给自己和内蒙的朋友，都很喜欢。你看，内蒙的朋友肯定识货的，来自内蒙的奶片啊，烤奶片，就小时候你偷吃奶粉那个感觉啊。我跟谈了快1年的男朋友分手了，简单讲呢，我们有过爱情，慢慢越来越自我，爱不动了。在这段交往的期间，我结识了一位他的男生好朋友，我是憋屈的太难受了，才会找他开解。他每次都耐心的跟我梳理我的心态，帮了我很多，我很感谢他。他也希望我好起来。分手了1个月了，我已经在慢慢痊愈。我回头看看呢，我想问你的问题是，找他朋友开解我的委屈到爆炸的情绪，这样的行为是不是有些不对？感觉是不是有点背刺了我前男友啊？如果前男友知道了我在找他朋友开解，是不是影响兄弟感情了？我现在有时候想问一些共同兴趣爱好的话题，我能找这个朋友吗？你找都找了，你这你这会儿手也分了，找也找了，这会儿还想这些干啥呀？来不及了，别想了啊！现在想就是个闹心了。前提我没见过这位，我没见过他的这位朋友，啥意思？网友啊？但是他对我的开解真的很有帮助，我确实很谢谢他。我是一个很敏感而且想法很多的人，想顾全所有人的感受，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期待回复，我一直在听直播，嘿嘿。不是你男朋友吧？姐妹儿，姐妹儿，你咋认识的你前男友的这个朋友呀？你回去盘一盘啊，你咋认识的你前男友这个朋友？这兄弟不是给自己做了一个 B 计划吧？你这前男友不是说，我有第2套方案，想跟我分手啊？Surprise， 还是我。
这恋爱谈的太周全了啊，给自己准备了一个破案币。太猛了，姐妹儿，你查查吧，我是瞎说，开玩笑，但你，我该咋说呢？就你好好想想，你跟这个男的是怎么认识的，什么的，你对，还是注意安全。你也不用老想顾全所有人的感受啊。哎呀，这样做对不对呢？我都反复说了，我们这个小卖部不是这个道德法庭啊，我们这种问题我没法说你对还是错。你第一呢是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第二呢，我这边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啊，我姑往说之，你姑往听之啊。就是说啊，在这个网上啊，找到一个人聊天能聊完了，他对你的想法还都有开解，对你还能聊得在一起啊，不是很难啊，姐妹儿，不是说非得你，反正这你也没见过，不就网友吗？你要实在心里膈气，你就，是吧？这到处都是嘛。反正就是你不就是网上聊天吗？你网上聊天，你非整着让你自己不舒服的干啥呀？欢迎各位，还有1分钟发圈儿，还有1分钟发圈儿，发圈儿的朋友们，这个新朋友欢迎新朋友，可以点个关注，新朋友可以点开这个分类里后面带个王冠的这个销冠里头呢，都是我们卖的比较好的东西，经典的畅销品。我们这个小卖部呢，新品其实每次都很少。主要都是这些老朋友、老面孔啊，老朋友呢就可以点开后面这个叫新品的分类，里面有这个独立包装的肉肠，它是猪肉、鸡肉啊，含量大于90%啊，就几乎是纯肉肠吧，非常好吃啊。还有这个咖啡液，非常方便的咖啡液，有茶香的，然后送杯子、送椰子水它就可以比较简单，冰水冲、椰子水冲都行，你直接喝也行啊，就劲儿比较大，但它还好，它不酸不苦啊。这个呢，长相思就是2瓶送一个这个塑料的啊，野餐的一套杯子和这个瓶子。这个长相思就是入门啊，非常入门。你要是葡萄酒喝的比较多，你可能觉得有点太单调，它就是一股青苹果的酸味儿，但是对不怎么喝葡萄酒的朋友来说就比较安全，它不会有太多怪味儿。还有这个椰子冻干，它的配料表就3个字椰子干啊，椰子肉啊，就是拿椰子肉弄成的干。好吧，感谢各位发券了啊，感谢各位。还有上一场卖的比较好的是这个枸杞原浆啊，沙棘枸杞原浆啊，和这个白桦汁啊。我接着读信了啊，我们这场那个券比较少，大家月底了，跟小红书频频撒娇，这招儿不好使了，小红书已经识破我了，不给我券了。尽力了，我尽力了。蛋总，我和我初恋已经分手2次了，第一次是他说的，说我情绪不稳定。后面就分手半年之后，我打电话给他又复合了，复合之后他对我真的很好。感觉很爱我，我一直觉得第一次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够爱我，所以我才情绪不稳定。但是最近呢又分手了，又是他说的。他说我还是改不了以前因为小事就大哭大闹的毛病，其实我没有大闹，我就是爱哭，他很受不了我。我去他家找他，他也很冷静，说没有机会了。其实自己第2次没有第1次难过了，也知道不合适，但还是舍不得。想问问蛋总，情绪稳定很重要吗？适不适合很重要吗？很重要啊，情绪稳定很重要啊，适不适合也很重要，都很重要啊，很重要，情绪稳定非常重要。姐妹儿，你不为谈恋爱，你这个情绪也得稳定点啊。我就是爱哭，爱哭倒也不是啥大毛病，我不知道你不稳定到啥地步哈啊！我就是大而化之的说，最好还是能尽量稳定一点。哭嘛，就反正人少点的时候哭吧
哭倒也不是啥大毛病，我也经常哭。情绪稳定，情绪稳定。情绪稳定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啊！情绪稳定不是说为了说，哎呀，工作我情绪稳定我能怎么样？我情绪稳定我能谈好恋爱，我情绪稳定我能怎么样？情绪稳定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啊！自己情绪稳定呢，哎，就觉得哎，是吧？一周7天有5天都感觉还行。周六倒霉是吧？刷到一个电影一看，哭一鼻子，哭一鼻子，哭一鼻子吧，无所谓的。哭一个看看。爱哭呢，不一定是情绪不稳定啊。我觉得相比起情绪不稳定，你情感无能更可怕。我觉得人爱哭爱笑还是比较好的，就情绪丰沛还是比较好的，只是说情绪稳定是别那么突然。我该怎么说呢？就你的行为要有预期，不是说不光是别人对你有预期，你自己对自己也有预期，这就叫稳定。比如我就是看电影就特别爱哭，那我或者我身边的朋友就知道我这个毛病，那在他们眼里，在我自己眼里，这就不叫情绪不稳定。我情绪相当稳定的，一看电影就哭嘛，看这种感人的电影就哭嘛，对吧？这就是稳定嘛。比如说你说我有一个，比如说我一个朋友，随便举例哈，他就是吃不到东西，他低血糖，小欧别那什么，就王建国，就是他吃不到东西，他低血糖，他就是发怒，他就是特别发怒。你说这能怪他吗？这不能怪他吧？你就兜里没事你就给他备2根蛋白棒不就得了吗？哎，说到蛋白棒，我还真不是故意的。说到蛋白棒，大家可以买一个这个费德巴的蛋白棒啊。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就是顺嘴说到这儿，我就是故意的，又怎么样呢？这大大方方卖个产品怎么了呢？很好吃的蛋白棒啊，给这个身边低血糖的朋友准备一个，健身的低血糖的朋友可以准备一个这个哈。王建国就是他一饿就生气，那你说你这能怪他吗？这不能，其实这事儿很好解决嘛，你就装2根这个，他一饿你感觉他那什么，你给他塞2块，不就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其实这就没啥，这就是情绪稳定了。我觉得这是稳定的，不是说发脾气哭就是不稳定，是让别人对你的行为有预期，你自己对自己的行为有预期，这就是稳定。我说明白了吧？我说明白了吗，朋友们？再说详细点，就是人要有，我推荐每个人都应该有七情六欲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不要压抑自己，最后变成情感无能更可怕。不要变成情感无能，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可能有恭喜啊，又有这个朋友获得了，有5位观众获得了这个加赠的冻干啊，小太椰冻干。我觉得2个标准吧，第一就是符合预期嘛，符合自己的预期，符合朋友的预期。第二呢，就是你这个情绪在符合预期的情况下呢，也得找到能接受的人哈。就你说我这符合预期的发疯，我突然我在这个公司，我只要一看到这个老板，我就不行，我就要冲上去帮给他2拳，那是不行啊，这不是你这个不能说到这个地步啊。正常的哭哭笑笑发怒都是很正常的，只要是符合预期就可以了。可以2种口味混合吗？96是啥呀？96应该可以2种口味。你是应该是椰子吧？
是不是椰子？啊，不是椰子，那个，哎，牛脆脆吗？我看看，哎呀，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编号我确实记不住啊，抱歉啊，我这个不太专业。我说哪儿去了？哦，对，我该接着读信了。情绪稳定很重要啊，刚这个姐们儿我说远了啊，他这个问我适不适合很重要，适不适合也很重要哈，适不适合也很重要。我该读下一个了，我应该说清楚啊，大家应该听我说清楚了吧，朋友们，我不啰嗦了，我读下一封了，我说清楚了吧，朋友们。来到眉飞色舞的场合，蛋总，我今年30加了，跟前男友相亲认识，他做销售工作，经常出差，我们在一起3个月左右，他出差了2个月，满打满算在一起也就1个月。我觉得出差期间呢，聊聊天啊，打打视频很正常。但是呢，这次出差回来，他直接跟我说分手，我没法理解，因为就在几天前啊，我们还在讨论这个月什么时候上门见家长，结果他出差回来第1天就说分手。也没说什么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要见家长吧，可能这是个原因啊。他只说了一句不喜欢了，后面又问了一次，他说有时候会觉得没劲，原话我忘记了，就说没有之前的期待感了。然后可能说到我有些毛病，他无法在漫长的未来中忍受，但是他从未在我面前表达过不舒服的地方，或者至少我当时没觉得。然后从分手后我开始内耗了，觉得自己哪都是问题。所以我真的很懵，毫无征兆的断崖分手。你们这个断崖分手啊，你们这个断崖分手，我先岔开一句啊，这个也是个高频新词儿，这也是个高频新词儿。我把这个断崖分手我多聊2句啊，我一会儿再看这个节目的信。分手没有不是断崖的，分手都是断崖的，分手都是断崖分哈。朋友们，只不过分手的断崖有几种情况吧，他这种情况是让人一脚给踹下去了啊，从断崖踹下去了，这个叫断崖，被人推下断崖式分手。还有呢，给了你个降落伞啊，慢慢的从这个降落伞慢慢的很舒服的下去了。还有一些人呢，那叫什么蹦极，给你绑了根绳，从断崖上把你推下去以后呢，哎，你觉得啊没戏了吧？我分手了，哎，我怎么又回来？我怎么又看见他了？哎，我们是不是又有希望？说，哎，又下去了，又下去了，是吧？还有什么类型啊？哎，我就先说这3个吧。我的意思呢，分手都是断崖的，只不过有的人能处理得好，人家就给你个降落伞，让人家安全落地；有的人呢比较狠，直接给你推下去了，那也是断崖。还有的人呢是最过分的，就是这个给你绑根绳让你玩蹦极的。你觉得这3种哪种最过分？断崖分手，我觉得这个玩蹦极的最过分，是吧？大家要这么想啊，能遇到给你个降落伞的，那是万里挑一，这确实很罕见的，很罕见。尤其年轻的时候，谁也别吹牛，小时候根本就没有那么周全的人，小时候大概率就是一脚给你踹下去了，没有那么周全的人。还有就是给你绑根绳，一会儿飞了，一会儿弹回来，一会儿分了，一会儿又弹回来了。这都得相当成熟，相当的那种，不光是说善良，还得很有技巧，还得很周全的人才能给你绑个降落伞。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从最好到最差排序是这样的啊，最好是降落伞，次好其实是直接给你推下去，最差是给你绑根绳让你玩蹦极，分手蹦极，大家都是断崖式分手。所以大家碰到这种一脚被人踹下去这种，不要太难过，你还没碰上那个跟你玩蹦极的呢，是吧？我是想说这个，你老碰着这个
你老碰着这个，你再碰着这个玩蹦极的，你就知道一脚给你踹下去这个人有多好。一脚踹下去的，就是还行了，还可以了。我真的觉得说的清清楚楚，说我不喜欢你了，没感觉了。我经常是吧，刚那个人说，我觉得没劲了，咱们没法在一起了，一脚给人踹下去了，这个都好过那种磨磨唧唧的，说我们冷静一段时间，是这个那个的，那都是玩蹦极的啊。所以大家碰到这个断崖式分手，有时候要想一想说，其实还好，对吧？碰到断崖式分手，想想其实还是好的。那个给你玩蹦极的，你碰一回你就知道咋回事了。分手都是断崖式的，都是断崖式的，不要老用这些新词。这个每天给我发断崖分手，哎，我看看啊。但我感觉我真的很喜欢他，他各方面也都符合我想结婚的对象。我真的每天好痛苦，我不停在怀疑自己到底哪里有问题，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对象了，才对我毫无预兆的分手。我问了他几次，他都说没有。哎，我好像不会谈恋爱，每段恋爱我都认真付出，每次都这样，每次被分手。我拿真心换感情有错吗？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对我？哇，后面还有，来又重新又发了好几封哈，后续每天我都好痛苦。第一个礼拜状态还可以，第二个礼拜又不行了，第三个礼拜班都不想上，我就想找他，我不死心呢。我昨天我刷到您跟别的姐妹说要自认倒霉，我不想认，但我也不知道我纠结什么，我控制不住啊，但救孩子吧。我补充一下，我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虽然我安慰自己现在不在乎这个情况的人可能很多，但这依旧是一个心结。我害怕别人因为我的过去而放弃我。所以现在遇到一个各方面都很符合的对象，我非常珍惜。他家里人也知道我的情况，不在乎。他妈妈都准备开始算八字了。我其实是真的不想分，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好像晚上能安慰自己，但是一觉睡醒又陷入无尽的痛苦。已经分手快1个月了，现在还是没法睡一个整觉，每次半夜醒来就是闪回。哎呀，一个人的时候就内耗，每个休息都让自己忙起来，争取少想些吧。情感无能我已经买了，希望有用。你这哎，我也希望有用吧，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麻烦大总，大恩不言谢，别这样啊！你没有大恩啊，小恩都没法给你啊。我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你吧，我看看啊，怎么个事儿啊？姐妹啊，不是他跟这个男的在一起3个月，这么轰轰烈烈吗？这都这个活得潇潇洒洒吗？啊，都策马奔腾啊，红尘作伴，不就3个月吗？这咋了呀？这是啊，姐们儿，这么爱吗？3个月，他还出差了2个月，满打满算在一起1个月就爱成这样了。姐妹儿，我觉得我不是替这个男的说话啊，我没有说站在这个男的我替他说话的意思啊，我只是说我读你这个信，我感受呢，他突然这样说不行了，不喜欢了，然后说有些毛病他无法在漫长的未来中忍受啊什么的，会不会有可能就是来的太猛了？有没有这个可能？我猜测啊，我在猜测啊，我也是在边读边猜啊。姐妹，就是这个3个月一下来这么猛，他还出差2月，你是不是天天给他打视频来着？我觉得出差期间每天聊天视频都很正常。
你是不是天天给他打视频来着？我觉得会有点猛啊！我在猜啊，我不是说那个，当然你也可以再补充一些信息啊。我这在这封信里读出信息，就是可能有点吓到了，可能是有点吓到了。他自己写的，他自己写的。我再给你们念一遍啊，他出差了近2个月，可能满打满算在一起也就1个月。我觉得出差期间每天聊天视频都很正常，但这次出差回来后，他直接说了分手。我不知道，我只是猜其中一个原因哈。我猜这个原因的意思是啥呢？当然，这可能跟真相离得很远啊，可能有1万种可能。我猜这个原因是啥呢？就是你走不走得出来，你肯定将来还要开启第2段恋爱，新的恋爱。姐妹儿，你要在开启新的恋爱的时候，你能不能做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说，这个以后无论多喜欢对方呢，都就是3天给他打一个电话，其他那2天用来学习，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好不好？咱们没点自己的爱好吗，姐妹儿？这个电话非打不可吗？我是这么感觉啊，我其实在乱猜，我不知道这个男的为啥突然说不喜欢你了，那可能性太多了。但我是觉得你吧，你以后再谈恋爱呢，你可能得，你老整这一出，你好不了啊。你看这每天都好痛苦，第1个礼拜还行，第2个礼拜就不行了，第3个礼拜班都不想上了，就想去找他。这个就是你自己没点事儿吗？就咱不能有点爱好啥的吗？咱没有点自己的就是事业什么各方面的这些，姐们儿，我的意思就是你自己给自己找点这些事儿呢，然后以后吧，哪怕再分手，你都不至于变成现在这样。以后再谈恋爱再分手，你都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你要是没点啥自己的事儿了，每天就想着对方，那你以后下次再碰着再分手或者在一起了，可能都会比较麻烦。我的一点小小的建议啊，可能说的也不对啊，就反正我真的建议你多关注一下自己，多关注自己的事儿。因为这个信的开头吧，我再给你读一遍啊，朋友们，我再给你读一遍这个开头，你们感受一下，这其中的问题哈。我们在一起3个月，他出差2个月，可能满打满算在一起就1个月，出差期间每天聊天视频，就等于在一起了3个月，这3个月就是满负荷谈恋爱，这3个月就啥没干，满负荷纯恋爱，这不行啊，我觉得不行，我觉得不行，我觉得对你不好。你听这句话，你听这个姐们自己的用词哈，你听这句用词哈，可能满打满算在一起也就1个月，就他还可惜呢，就等于说出差那2个月天天打电话呢，这就不说了，在一起那1个月，他用的词是满打满算在一起也就1个月，姐妹以后谈恋爱不能再这么满打满算了。我的建议啊，就是别这么满打满算了。咱们谈恋爱能不能那个叫什么呢？有一搭没一搭的，这行不行？这词儿可能不太好，有一搭没一搭也不太对，就是顺其自然一点，好不好？咱们别这么满打满算的谈恋爱了，行吗？你给自己上 KPI 可不行啊，太猛了啊！我觉得你看，你这谈的时候劲儿也大，这失恋了，你看你这痛苦劲儿也大，所以就不太好。
一点小小的建议啊，一点小小的建议。你知道那意思就行啊，有一搭没一搭这个词儿可能不太好听，但是呢，哎呀，用你身上没问题啊。你以后因为你这个东西呢已经交往必须过正了，你以后谈恋爱你就心里想一想，一旦告诉我谈恋爱应该有一搭没一搭的，你就试试看啊，你心情会好一些。欢迎各位朋友。欢迎各位朋友，感谢各位关注。这个新朋友呢，可以点开销冠看一看。我们的牛脆脆现在是货量充足啊，完整的牛肉片，薄脆哈，非常好咬，是脆的。然后这个奶片也很好吃，新朋友可以看看我们这个销冠分类，老朋友可以点开新品看看。新品有这个茉莉花茶、咖啡液，不苦不酸，兑水喝直接就喝了，或者兑他送你那个椰子水，送你2个椰子水，送你个杯子。白桦汁是上一场的，反正很好喝。这一场还有这个肉肠，这肉肠是独立包装的，家里有微波炉、空气炸锅、铁锅都行，加热就能吃。还有长相思的，就是入门葡萄酒长相思，这个呢是买2瓶会送一个野餐的这个杯具的这个套装啊。椰子冻干啊，欢迎各位，还沙鸡汁、枸杞汁、原浆。牛肥瘦还有啊，大家可以去搜一搜。我看有人发切片，有人发个切片，我教大家用牛肥瘦做蒙古肉干面的做法，你从小红书一搜就有了。你可以买那牛肥瘦回去做一做。有朋友买个做了吗？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吃？有朋友做了应该已经。投稿。我看到好多姐妹不是在暧昧就是在恋爱，真羡慕啊！也有分手的，别老羡慕。你看刚那个就分手分的七零八落的。我今年28了，目前在相亲，相亲对象呢长相不是我的菜，经济条件是我目前接触过比较好的，但是我有点排斥跟他生理接触。之前拒绝过一次，我妈天天的劝我，后来又妥协了，说再接触一下试试吧。接触起来还是很难受。我介意他有点胖啊，性格也不吸引我，但是父母觉得我年龄大，也遇不到更好的了，不让我拒绝，不让我拒绝。哎呀，那能不能对他们的不让你拒绝表示拒绝呢？每天都在尬聊，而且他是个性格还算是蛮老实的老好人，再次拒绝他呀，挺有心理负担的。最近经常内耗中，想问蛋总，相亲真的需要妥协一些东西吗？还有像我这种胆小且纠结的女孩吗？怎么变得强大潇洒呢？不如从学会拒绝开始呢？怎么变得强大潇洒呢？要不要从学会拒绝开始呢？姐妹儿，姐妹儿，说不行。人是怎么变潇洒的？人是怎么变强大的？可能就是从学会拒绝开始的。多说几次不行，不可以，我有不同的意见，我想的不是这样的。你多说几次，多说几次就好。人呢，想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呢，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呢，想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先对这个不喜欢的东西多说几次不行，不接受，多说几次，哎，慢慢的发现，哎，好像拒绝了也没怎么样嘛，也没把我怎么样嘛，我这不也挺好的吗？不行啊，你这个哥们儿呢，你对面这个相亲对象呢，你要真觉得人家挺老实的，是个老好人，你就别欺负他。你现在答应他了，跟他在一起了，
悲剧啊！你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悲剧啊！你对这个哥们儿也很不负责任啊！你要真觉得人家这对方这个相亲对象，你觉得人家也挺好的，那你可别答应人家，你答应人家也是害他。你就还是害他，你跟人家凑合，你让你把人家当什么呢？你觉得哎呀，我爸妈不让我拒绝，要么我就凑合凑合得了。他是个凑合，不行吧？你要真的尊重这个对方这个人，觉得人家也挺好的，可不能这样啊，就得要拒绝。拒绝不光是为你好，为他也好。将个烂就，将个烂就，不行啊，这个不行。你想想，这个姐们儿，我都读出来她是多么胆小又纠结的人了。她这么胆小又纠结的人，她居然在给我写的信里都说了好几次，排斥跟这个男生接触，接触起来很难受，介意他的身材，性格也不吸引我。说好几次，每天都在尬聊。说好几次了，就说明心里已经非常抗拒了。你这不行啊！那你跟人家在一起，这兄弟还挺高兴，说哎成功了相亲，哎呀挺好。那在一起谈恋爱吧，一谈发现啥意思呢？这姑娘，这啥意思？这姑娘怎么感觉我身上没有一点吸引她的地方？不行啊，赶紧拒绝了吧，对你俩都好。多拒绝几次，慢慢就会发现啊，没什么问题，没啥问题，能有啥事儿？28，对吧？谭总好，哎呀，28。我记得我从小就听一句话，叫什么“男人40一枝花”，听过这句话吗？对吧？所以28怎么了呢？28究竟怎么了？丹总好，我有一个不是很困扰，但是很疑惑的问题。我老公有个堂妹，然后我跟老公是定居国外的，南方的朋友吧，跟这个堂妹，也就是每次回国见一下。我和这个堂妹单独见的时候，她总跟我讲一些以前追我老公的那些女孩的事儿。我不是很理解她这种行为到底想表达什么，表达她这个堂哥优秀。我个人也不是很想知道以前有什么女孩喜欢过我老公，但是听着她说这些，我觉得正常人都不会是开心的。还有就是，如果是我们3个人在一起呢，她就只跟我老公讲广东话，只有我们3个呢，并且知道我不讲，也听不懂，听不太懂广东话，她还是用广东话跟她哥说话，我觉得这很冒犯。请问是我太敏感了，还是她真的有点问题？谢谢谭总，有点问题，少见面吧。少见面就完事儿了。哎，有时候吧，哎，我说嘛，我先喝一口。有时候吧，这个家里亲戚呀、闺蜜呀、好哥们儿啊，都会对自己的这个就是对自己的亲友哈，有一种过度的那种信心，觉得你们都配不上他。我闺蜜什么人？你们这臭鱼烂虾配得上吗？哎呦，我堂哥是什么人啊？你们这些那叫什么妖精是吧？你们配得上吗？就有很多人有这种神经病的想法啊。
咱也不知道为啥，但很多人确实，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很奇怪的。少见面就好了啊，少见面就完事了。要么还有一招，偷偷的学粤语，给他一个惊喜。下次他再跟你老公在那说粤语的时候，你就在旁边，突然点起头来了，说：“哦，还梗呢啊。”吓坏了。你不用真的学啊，也不用真的学，你就像我这样就行了。你不用真的学啊，下次他俩聊天一说粤语的时候，你就在旁边。哦，这样就行。粤语没那么难啊，学一学挺好。你说你也是气儿，我和这个堂妹单独见的时候，你还跟她单独见，你也是那么爱跟她单独见呢？少见面啊，少见面，远离不就好了吗？其实没那么复杂哈。蛋总晚上好，我的问题很简短啊，但是困扰了我很长时间。我和我老公结婚好几年了，我老公说是 i 人吧，其实也挺 E 的。他有很多上学时候的好朋友，都认识20多年了，一直以来也和好友们的家人关系都很好。每次和他们相聚吃饭的时候，总会和好友的爸妈打成一片，插科打诨逗趣。但是每次见我爸妈的时候就很哀，逗趣的话也说不了几句。我曾经说过他应该也发现到这个问题，但之后也没有改变。我看到这种对比，觉得心里不太舒服，想请教蛋总，这样是正常的吗？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呢？自己自寻烦恼吧，姐妹儿，自寻烦恼吧。认识20多年了，你老公认识这些爸爸妈妈的时候，他是小朋友。姐妹儿，你老公认识这爸爸妈妈的时候，他还是小朋友呢，就知根知底儿，等于说，他认识你爸妈的时候多大了？他认识你爸妈不得给你点东西吗？给你点蛋白棒，咱也不知道为啥第一次见你爸妈给你蛋白棒啊，但是我手边就这个产品了，不好意思啊。他第一次见你爸妈给你个蛋白棒，说阿姨，我是那个谁，谁，哎，这什么礼物啊？恭喜啊！哎呀，这怎么抽奖都不跟我说一声？这谁啊？行，我接着说吧。他第一次见你爸妈，给你点蛋白棒啊，给你瓶长相思吧，寓意还比较好一点。给2瓶长相思，你看这组合也太奇怪了。第一次见女朋友爸妈，说阿姨好，我是谁，我跟那个谁啊，那个放那。然后你爸呢？你爸不出意外，应该是嘴里叼根牛肉干，是吧？哎呀，我这牛肉干都不好抽了，现在找根好抽的。你爸不出意外，嘴里叼根牛肉干扔啊，来了，还带什么东西啊？坐吧。啊，做什么工作的？好，听说了，挺好，然后你老公在那说，哎，阿姨你忙什么？我去帮忙吧。怎么逗趣？这幽默的起来？这谁能幽默的起来？幽默不起来啊！
是不是？幽默不起来，姐妹儿，想多了啊！你这老公，他是小朋友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些爸爸妈妈都认识了。那他幽默，他放松，他在他们的眼里，他觉得他还是小孩呢。他见你爸妈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比较紧张的成年人。没必要，他跟你爸妈关系没矛盾就不错了。你还想让他把你爸妈逗笑，逗得哈哈大笑啊？有点难啊，这要求有点太高了。你爸你妈喜欢幽默，可以让他来看我们小卖部直播哈。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不要交给你老公了。这个重担我替他扛了。这个逗笑你爸妈这点事儿呢，就交在我的肩膀上吧。让你老公好好的该干啥干啥吧，别折磨他了啊！你老公挺好的啊，没啥。好吧。真是辛苦你了，哎，都是应该做的，这还有什么辛苦的？说那话见外，这还辛苦啥辛苦？这是应该的，应该的啊！找我啊，家里有这种喜欢笑的爸爸妈妈都可以来找我啊，没必要，不要把这种幽默的任务也交给自己的老公，没必要，相处的好就完事儿。关键时候能扛事儿啊，蛋！这拍一拍我的胸口的番茄，为什么这么能扛事儿？你番茄非常好吃啊，有营养，味道好啊。西红柿不红，西红柿我每次买的都比较偏生，你放常温的环境里就越来越红啊。放冰箱它就不变红了，你就放常温它就越来越红。但你的直播间有什么神奇的魔力？每次听你念故事，不知不觉的下单，有没有可能我们本来就是个小卖部呢？他整的我好像是。怎么整的我这个小卖部现在开的偷偷摸摸的？我有时候也这种感觉。我在这念着故事吧，我说我要不讲两个品吧，自己都特别心虚，好奇怪。我本来不就是，我这个不叫买手榜吗？这不是买手榜吗？我有什么好心虚的？我在这心虚什么呢？好奇怪啊！哎呀，我在国外，伴侣是国内 Top 1本科，美国 Top 50的博士。从本科开始就不需要家里的经济支持了，工作稳定，爱好户外运动，可以接了啊，朋友们，可以开始接了啊！我高中出国读书，本科硕士都靠父母出钱读，工作赚的不多，中间呢也抑郁停工了好久，爱好喝酒，最近连喝酒这个爱好也快没了。我父母和身边的朋友认为我对象几乎是完美的存在，我也承认他很优秀。但是共同生活后，对方的优秀让我压力巨大。先别接了，有问题，压力巨大了，姐妹们，不能接了啊！这个男朋友可能会让你压力巨大哦，不要乱接了。我工作的小公司让我父母疯狂的 push 我换工作，好像只有大厂上班才是人生正解。每次遇见各种问题，周围的声音都是对我伴侣表示支持，我的看法好像无关紧要，生活上的关切也都是围绕着他。哎呀，我想我伴侣是不是我父母中理想的孩子？哎，如果我不是独生子女，根本不会对我那么好，然后我就抑郁了，我想离婚。我不想什么事情好像都是对方在发光，而我只是个陪衬。于是我找个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也说我伴侣挺好的。啥破心理医生啊？什么破心理医生？你们这心理医生能聊天聊不了天，别瞎聊。这姐们都成啥了？这心理医生说最后找心理医生了，心理医生说伴侣挺好的。
能不能行啊，这心理医生？我真服了。这也别心理医生，你找我也说不出这么扎心的话呀，这怎么回事啊？这心理医生，我用你夸，哎，我可以试着解决如何活在伴侣完美的阴影下，但是为什么我必须活在阴影下呢？我是紫外线过敏吗？是我不想优秀吗？啊，藤校我不上是因为不喜欢吗？钱挣那么少是我不爱钱吗？行啊，姐妹儿，我觉得你有幽默感就有救啊，只要还有幽默感就有救啊。哎呀，但确实对方把生活大部分事情都处理好了，我承认很多事是坐享其成。哎，我父母眼中我是一个既要又要做作的人。总之，友谊和亲情的天平都在倾向他，所以生活中各种的 attention 都被另一个人抢走，应该怎么办？哎呀，姐妹儿啊，姐妹儿，姐妹儿。你别给我写信了，你回去呢，你回去给你老公写一封信，或者你让你老公给你写一封信。你说老公，你给我写一封信吧，我好久没收到你的信了。你老公说，哎，你写一封什么信呢，亲爱的？你说你给我写一封信，写一写你为什么爱我，为什么要跟我结婚？你看看你老公怎么说。然后你老公给你写了这封信之后，你好好看看这封信，你平时都感觉到他这些爱意了吗？然后你衡量一下，没感觉到的话是他的事还是你的事？如果你老公真的一切都把你照顾的特别好，家中的一切都安排的特别好，我大概率怀疑是你没感觉到，你在这种压力之中，你可能忽略掉了他对你的爱意。这不是个竞争的事儿啊，我没必要教你怎么重新夺回你爸妈对你的欣赏，怎么变得优秀，这不是个变得优秀的事儿啊，这是你俩过日子，最重要的不是爱吗？你要那么优秀干啥？你俩是同事啊，你是干啥？应聘上岗，你俩家必须出一个，就你们这个小小的家庭，夫妻俩必须出一个那种，就是就得那样是吗？有人给你们 KPI， 说是从你们这对夫妻关系中，我们要选一个更优秀的，升级到另一对更好的夫妻关系中，没有吧？没有这种 KPI 吧？姐妹儿，你现在是感觉不到爱啊，不是说不够优秀，不是说嫉妒，不是说父母的那种对你打击，什么父母的爱转移了，天平倾斜了，你最重要的是没感觉到你老公的爱。但是呢，你感觉不到你老公的爱呢，可能你老公也有点责任吧，可能太优秀了啊，没有，可能确实太优秀了，没有把这些爱表现的太好。但是你肯定也有点责任啊，你放下这些压力，这些什么，这些关注外界的这种声音，你好好感受一下。如果还能感受呢，其实就不是事儿啊。欢迎各位朋友。感谢各位关注，新朋友，哎呦我的妈，这咖啡液卖，这咖啡液卖挺好哈，哎呦我天呐，可以啊，大家可以试试啊，这个确实没什么问题啊，它就是不苦不酸，那个重口味的朋友就别买了，它就是不苦不酸，但是有劲儿啊，有劲儿还是有劲儿的，我试过，就是还是能，当然我平时可能咖啡喝的不够多，你咖啡喝的够多，可能那劲儿也不够，我还是挺那种那样。它有一股淡淡的茉莉花茶的那个香味儿，
然后就是不苦不酸的咖啡，送2个椰子水，送1个杯子。这个是今天卖的比较好的新品，每盒7条。它应该是有劲儿的吧？你看它这个浓缩咖啡液中巴西咖啡豆含量大于51%啊，咖啡因含量大于等于每 kg 200 mg， 这你们专业人士应该能判断出来它劲儿行不行啊？咖啡因含量大于等于每 kg 200 mg， 我这个语言系统这不是公斤吗？这不是毫克吗？我咋了？我这个嘴，我怎么 kg mg 上了？哎呦，这知识全还给老师了。我在干什么？杯子是这样的。我真是不专业，感谢大家帮衬吧，感谢这个小卖部的老顾客帮衬吧。我难以想象，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这个小卖部怎么开下去？别介绍了，我不介绍，你们帮我介绍吧，我不介绍了。玻璃的杯子是玻璃的，这个我还是敢介绍的。是玻璃吧？我别瞎说了，看起来是玻璃的啊，反正感觉不是塑料的，但是它也有可能是个什么材质啊？咱们同事给我查查吧，我别在这瞎说了，这到底是啥材质的？同事帮我查一下，我感觉是玻璃的。不敢说了，没自信了。喝口椰子水也出来了，白化脂啊，喝口白化脂养眼睛。哎呀，乱了语言体系。乱套了，一下给自己说不自信了。还有10分钟发券啊！10分钟发券，都怪那个谁，我想起来了，我这个毛病跟谁都怪王建国，不能怪我啊，都怪王建国。我知道我为啥有这个毛病啊，我刚为什么读这个 kg mg 没读公斤毫克？王建国每次喝饮料，喝这个，比如说我们白化脂，他就管这个叫摩哥，他每次都说咱们喝一个那个500摩哥的，把这杯干了吧，干一个200摩哥的，他搞摩哥的，我就习惯了，这不300毫升吗？都怪他，不能怪我。那是千焦，那是千焦吗？那不是 kg 吗 ？kg 不是，我不说了啊，我不知道，反正很好喝这咖啡。哎，我不瞎说了，大家可以自己看配料表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啊，然后非常好喝。那个一个茉莉花茶的味道，不苦不酸的咖啡液啊，反正非常好喝。哎呀，汉语我还是认识的，汉字就是水浓缩。咖啡浓缩液、茉莉花茶萃取液啊，我接着读信吧，我还是读点这个中文吧。哎呀，大家可以继续投稿啊！新来的朋友们，哎呀，1.2万人，这个新来的朋友们、老朋友们都可以给这个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置顶的这个 ID 给他投稿，你关注他一下，给他投稿就行了。然后老朋友可以加一下这个粉丝群、粉丝团，新朋友可以点个关注，欢迎各位。我接着读信。啊，刚这个姐们的问题我已经解答完了吧？我应该解答完了，我解答完了。姐们，你要学会感受到爱啊，然后呢，多跟你老公交流。多跟你老公交流呢，也有可能是你老公太优秀，工作太忙，他确实那个也没有散发太多，他注意力可能在你身上的时间也不多。完了呢，你又在特别这种痛苦、压力大的过程中，你又没有特别关注他。
你俩可能要调一调。你俩只要这个爱还在，你没有必要那么优秀啊！不是说这个就优秀的定义就很怪，什么叫优秀呢？是吧？你很难说的，没法说的。尤其你俩还是夫妻，这很难说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说，让你老公好好的跟你说一下，最好是写封信写下来，说老公你到底喜欢我什么？我现在压力特别大，我觉得你这么优秀，你到底喜欢我什么？我现在压力太大了。然后我的父母什么，我感觉所有人都把注意力倾斜在你身上，我有点受不了了。你到底爱我什么？你写一封信，这个很重要。然后你俩好好谈一次。第二呢，你别老跟他比这些什么美国 top 50的博士，比收入，比大厂，别比这些这个 KPI 的东西。你比一比，比如说，对大自然的感受能力，比一比幽默感，我觉得你很幽默，是吧？这个人的分工是不一样的哈，就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就是读书读的特别猛啊，然后就嗡嗡往前冲，哎，有的人他就是比较逗，哎，有的人他想的比较开，有的人呢跟小动物相处的特别好，这人和人不一样的，你不能拿自己的短板跟人家长板比，那咋比啊？好吧，别比了啊！为啥要跟老公比？你看是吧？就是他就是先把爱找到，然后再去比一比。比一比这些，不叫比一比吧，就是互相欣赏对方的长处。我其实用这个比被你给带进去了，不叫比啊，你要学会互相欣赏彼此的长处。其实这个跟第一个说让你问问你老公到底爱你哪儿也是一样的，就是要欣赏彼此的长处。结果现在呢，你连他的长处给你的只有压力，他都这么优秀了，你感到了压力，你没感觉到欣赏，是吧？然后你也感觉不到他对你的欣赏，你还得把这个想想啊，扭一扭，不然你俩这个婚姻危。蛋总你好，最近分手了，每晚你的直播就是我的快乐源泉，入睡必备。我今年30了，虚岁。好的，相亲认识了前男友，作为一个母胎 solo， 居然就碰上了理想型，2个星期我们就在一起了。刚开始他对我特别的主动，可能是贪图我的美貌吧，不知道为什么2个月以后他对我就冷淡了，是因为我对他太主动了吗？还是在一起以后他就没有新鲜感了？自我内耗了1个月以后呢，我逼问他怎么看我，为啥对我越来越冷淡？他说我是个好人，甚至是一个优秀的结婚对象，但他和我没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爱好，沉默是我俩的相处模式，这是真实的原因吗？作为一个 I 人和社恐，工作还有生活，平常很少接触男生，我承认我是话有点少，我面对男生有时会尬住，所以在和男生线下接触的时候，要怎么打开话题聊天呢？是这么个转折啊。所以在和男生线下接触的时候，要怎么打开话题聊天，让相处不尴尬呢？怎么是这么个转折？首先不推荐大家分手以后这么喜欢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哈，就不要那么爱问为什么。首先不推荐大家一分手以后嘎嘎问自己为什么，这非常不推荐，非常非常不推荐。没啥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你这老问为什么，你看就把自己给问 emo 了。不要问那么多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就不喜欢了，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就一个答案，就是不喜欢了。你还要问为什么不喜欢了？说因为你没有共同话题，为什么没有共同话题？你这不没完没了吗？那其实就是不喜欢了。你问什么为什么，最后不就是一个不喜欢了吗？那你有什么那么多为什么？没有为什么。然后你说我改，我要改，我要变得话多。那要是你下一个喜欢的人就喜欢话少的呢？
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非要改？为什么？哎呦呵，叫喵喵，哎呀喵喵，哎欢迎啊，行，知道你来了，谢谢啊，这刚还有一个问为什么，我看刚那个为什么是怎么？哎呀，那一顿为什么给我喂的吧，就头晕呢。啊，和为什么？哎，这一堆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哎呀，哎呀，还有2分钟发券啊，2分钟发券。没有那么多为什么，你问来问去，你可能改也不是个好改啊，改了可能也不是什么好事儿。你不就不爱说话吗？不爱说话是个大事吗？对吧？你跟他没有共同话题，没有共同爱好，那你万一将来那个要找一个有共同话题、共同爱好的，你话是不是就自然变多了呢？对吧？不要问自己为什么，然后怎么打开话题聊天呢？让相处不尴尬。你其实他就不尴尬，你为啥觉得会？你老觉得尴尬，他就尴尬了。姐妹，就是你别老想着说，哎呀，有点尴尬，有点尴尬，我该说点啥？你这么想啊？我教你啥招你都尴尬，你就别这么想，你就不尴尬了。你俩人一坐，你就不说话，你拿个手机你就玩，然后说啊吃喝，然后他跟你聊天，你就好好跟人家聊天，然后你就把手机放下，特别认真的聊天，聊着聊着有共同话题了呢，哎，就很自然就不尴尬了。结果聊着聊着发现，好像他找的话题你也不是很喜欢，你也找不着，那就这样的，那就没话聊嘛。其实他就是没话聊嘛。那为啥非得还想怎么打开话题聊天呢？你又不是主持人是吧？你又不是做这个工作的，这个打开话题聊天呢是。有时候我要做这个工作，但是你又不是干这行的，你学这干啥呀？没必要学这些。哎，感谢大家关注，发券了啊！感谢大家的关注，新朋友可以点一个关注，老朋友可以加一个那个粉丝团。新朋友可以点开销冠分类，看看我们卖的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这个奶脆片儿，哎，小时候偷吃奶粉的感觉。还有我们的牛脆脆明星产品，我没注意啊，今天牛脆脆卖了多少？炉子彻底修好了，这回产量跟上了，大家放心购买。推荐直接3个口味买一个3盒。喜欢这个健康食品的朋友，哎，我健康食品，哎，我把健康食品放哪儿了？我零糖爆米花呢？哦，掉地了。哎，喜欢健康的朋友可以整点零糖爆米花啊。它这个用的都不是代糖，用的是一种益生元，用的是椰子油，非常健康。这肯定有很多朋友在回购。还有我们哈尼牧场新出的板筋，塞不塞牙呢？板筋这玩意儿肯定塞牙，但是好不好吃呢？非常好吃，都是这种厚块，一口一个，大块的，独立包装的板筋。感谢大家关注，券比较少，不好意思啊。这个啊，爆米花受气了，对不起。券比较少啊，爆米花也比较少。他就是月底了，那个跟小红书我已经就是撒娇啊什么那些招数呢，人家已经看着有点恶心，我也不好意思再撒了。他就确实券比较少，抱歉啊，我尽力了，真的努力了，努力过了。啊，牛脆脆又怒卖1000件了，果然是强势的产品，这个肯定是很多朋友在回购，已经1000件了。包装正在换了，我知道这个包装是有点丑陋的，我们正在换一个，想办法给它换一个好看一点的包装，正在换。我前2天为啥没播？哈尼牧场的阿蒙来上海了，喝了几天，
人家我们去呼伦贝尔，人家招待是吧？我们又玩又天天那么辛苦坐车，人家阿蒙提前1天开车800公里，把整个安排的路线转了一圈，所有酒店都看。那是吧？那来了就待个几天，吃吃喝喝了一下，想了一些新品啥的，但是还没做出来，就先不跟你们说了，做出来再跟大家说，有眉目了再说，不然现在说像吹牛。播客明天啊，播客明天。然后我们首先在做，因为很多朋友我相信你们就有人要说，很多人说猫，他们家养的猫特别爱吃牛脆脆。我有朋友就说他养的猫是从来不吃人吃的东西的，但是他一闻这个牛脆脆他就受不了，他就一直吃这个牛脆脆，觉得这个牛脆脆应该是他的零食，不应该是人的零食。就是一方面说明我们这个牛肉好，另一方面呢，但是它确实有盐，给宠物吃还是不太好，所以我们想做一个减盐的，甚至做一个无盐版本的，就专门给宠物吃的。因为太多人给我反映了，说家里的猫特别爱吃牛脆脆，但你们尽量还是少给猫吃啊，这有盐啊。我们做一个无盐的版本的啊，等等我们。阿蒙在努力了，阿蒙已经快被我折磨死了，就是已经买了新的炉子了，就是说你们这个小卖部太猛了，你们这太猛了，他每次觉得应该够了吧，怎么又卖光了？我接着读信了啊，跟大家稍微介绍几个品，讲讲最近在干嘛。还在研究啥？对，研究这个牛脆脆。我想我跟阿蒙说，还研究一个什么东西，也是很好吃的，啥来着？哎，啥来着？那个还不能说，那个有眉目了再说。大家可以整点我们这个牛板筋也可以啊。不是花生米，花生米已经在做了，但是我们要做一个更那什么的。感谢各位关注，我就接着读信了啊。板筋给大家谈一下，后面这个示例表是一个短袖啊，它下面的是小薄被儿啊。蛋总求助！我的妈呀，哇，好长！我该怎么认识一个平时没啥交集的同事啊？我为啥想认识呢？因为光看外表，完全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啊！嘻嘻起来了，很精神，文质彬彬的那种。然后又来了啊，蛋总，完了，哇，这封信我要受罪了，这封信好多啊和感叹号啊。我尽量还原他的语气吧。我投稿晚啦，真的十几个啊！想认识的同事下周1就要搬给我们这层楼了，就剩3天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公司是一个即将黄摊的大厂，江南皮革厂是吧？之前我们项目在室内的写字楼里，后来和大部队会合呢，搬到了郊区的办公楼。搬家之后，在同一层的办公室遇到了隔壁的项目的经理，我就觉得他非常的眼熟。后来在通勤的地铁上，连续好多天，同一个时间，同一节车厢，我又遇到他。每次地铁的门打开之后，我俩看到彼此眼神相会的时刻，我的脑海中的 BGM 都会响起，对霸气呀，本 INFP 容易脑补过度。然后呢，就平时也会经常见到，总是看对眼。但只是彼此眼熟，没说过话。不过如果只是地铁、电梯、办公室、茶水间擦肩而过，那么我想认识他的心情还不会这么强烈。为啥现在这么想认识呢？因为我死去的记忆复活了。哎呦我天，还有正文啊！这前面是铺垫，给自己的信写了个序。我的妈呀，蝎子，正常来说，我公司的每个座位都会有打印的名牌，那我对他有点好奇嘛，我就会想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哎呀，这又谁又中奖了？不知道谁中奖了啊？谁又中奖了？
今天大家买这个冻干啊，还有啥？我这同事都没跟我说。买这个白桦汁吧，还有啥？可能好几个都是买了以后会加赠礼物，有抽奖机会。我对他有点好奇嘛，就会想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可能真是因为公司快黄摊了，也不知道为啥他们项目咋没打印名牌呢？然后我就问旁边项目的熟人：“你们隔壁的是哪个项目呀？”可是我的熟人也不知道，只知道他们是 Seven 底下的人。你怎么突然报名字了呢？你不怕？你自己写了我就念了啊！你不怕在这看直播这1.2万人？Seven 就给我报出来了 ，Seven 英文名叫 Seven 的也不多吧？我这1.2万人还剪切片呢，姐妹儿，行不行啊，姐妹儿？这么冒险吗？我念了啊，你自己写的啊。此时，聪明机智的我打开了之前拥有的项目人员名单，也不知道咱公司领导为啥英文名这么爱叫 Seven， 我就把 Seven 底下的人在公司的办公聊天软件都搜了一遍，试图通过头像找到他。可惜有头像的员工并不多，但我是搜索小能手啊，一共8000多人。好了，已知这个公司呢快黄摊了，公司有一个中层叫 Seven。这个大厂有8000人，你完了，姐妹儿！这仨条件还抓不住你是谁，姐妹儿，这么冲动吗，姐妹儿？这也不需要福尔摩斯，我就能给你推理出来是谁。哎呀，一共8000多人，好几百个项目的名单，我是翻来覆去的看的，试图从人员的级别、办公的地点、项目各种角度排查，就是想查到那个我有好感的同事到底叫啥。哎，你这个侦查能力不咋地，反侦查能力更差，你这全暴露了。突然有一天，当我看到一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为什么我这么确定？因为我死去的记忆复活了。你这个死去的记忆刚就要复活，怎么就复活2次了？严禁复活2次啊！9年前我就干过这事儿，那时我刚刚是实习生，在一个英语制药项目。好了，这个大厂是做这个跟制药有关哈，在一个英语制药项目。他是隔壁项目的同事，那会儿他就是我喜欢的类型。9年前就找过没找到。然后呢，有一次早上大家都没来的时候，我就去他座位上偷偷看过他的名牌，看到了他的名字。只不过我在那个英语项目只待了短1个月，然后因为身体原因去做手术。好了，他还做过手术。9年前在英语制药项目，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做过手术。你完了，姐妹儿。你等着明天那个公司大群大家聊你吧，去你！公司大群拉群去你！听说了吗？那个谁，哎呀，喜欢那个谁，咱们公司那谁喜欢那谁，给你当投稿，哈哈！你完了呀，姐妹！我因为身体原因去做了手术，这段记忆也就在我脑海里搁置了。所以，当再次看到那个名字的那一刻，对不起，我的 BGM 又响了。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他自己写的啊，不是我要唱的啊，他自己给我引了双引号，意思这就是他的 BGM。没有几百年啊，你就是9年前就说过爱他啊。走过路过没错过，行啊，可以，可以撞到了。哎呀，我真的好想认识他，我咋才能认识他呢？我想问他在干嘛呀？啊，我怎么才能认识他？你认识了，你这回肯定认识了。你不光能认识他，我还有8000个人要认识你呢。你完了，你对我们小卖部太不自信了。你这还抓不住你？认不认识他不一定，肯定很多人认识你了。这回，你出名了。这回啊，都认识你了，你等着他来找你吧。
这已经把公司名字在下面发出来了吗？已经有人在下面发他们公司的名字了。我觉得也是，我想想你们猜的应该是对的，对，要素集齐了。太幽默了。咱们有请3位老师吧，3位老师，赶紧来吧。你手底下有一个帅小伙啊，有一个姑娘9年前就说过爱他，走过路过没错过啊。3位有没有告诉他，撞到人要说对不起啊？啊？错过不了了，你们这别人都能错过，你们很难错过了。3位，看你的了啊，撞到人要说对不起了啊！天天搁这个茶水间、电梯、地铁、办公室，天天跟人对视，对视完了就完了吗？光跟人家小姑娘对视，能行吗？不把自己名字说出来，难道不一起合唱一首《爱人错过》？男主不是7啊，是7下面的一个，但是应该也挺好猜的吧？9年前也在。啥还有后续？还有后续！我同事又给我发来了，说这封信还有后续，我没念完，还有后续，太精彩了！这个姐们说话风格太有意思了，我每一个字都给你念出来，你们听听这个姐们是怎么说话的。蛋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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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投稿事件有了一些新的进展，我和你分享一下。就打了这么多蛋。上文提到的男主角，我们就暂时称为他为小离谱吧。你还称人家为小离谱呢？你可真，你还称人家为小离谱？哎，那你是啥老离谱啊？小离谱的项目下周一要搬离我们楼层了，在搬走之前，我们俩有了一次离谱的对话经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的直属领导最近总是早退。那么对于我这样一位紧紧跟随领导步伐的员工来说，领导早退也就吹响了我下班的号角，嘻嘻。所以我也总是早退。但是我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都是会倒霉的。本周4，我愉快的背着小书包早退，在等电梯的时候，我遇到了小离谱，那就默默等待嘛，也没啥说话的契机。结果此时我们部门的老大来了，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我看了一眼部门老大，然后缓缓回过头，假装没看见他。但是我这拙劣的演技被部门老大识破了，他说：“你还假装没看见我？”然后呢，人在极度尴尬的时候是会笑的，我像是被点了小穴，只能憋笑说：“我只是想和你好好说你好。”没想到小离谱先生也认识我们部门老大，他们social上了。我理解他想和老板social的心，但是能不能不要用他并不认识的我开启话题啊？他和我老大说：“是不是我早退被抓到了呀？”我当时差点背过气儿去，尴尬的我只能笑了笑，心里顺便问候了他。就这样一路电梯坐到1楼，好不容易可以各回各家。结果我老大走以后，小离谱竟然又问了我上下班的时间，我怀疑他是想告状。所以我俩真正意义上的首次对话就是他说：“所以你们是几点到几点呀？”我说，脑海中涌出
啊，我脑海中涌出了3个时间段，最后选择了一个保守的。我说8点半到5点半，他说真好啊，我说嘻嘻。本100%F 型人格的人，就是他和我说一句话，我都已经幻想我们孙子的样子了。我心里想着，那周5，也就是他搬走前的最后一天，一定要鼓起勇气打招呼，用愉快的声音说一个早。结果他周5放假了。你但凡多问一句他几点到几点，也不至于。至此，我以为我要复活的生活小插曲或许要画上句号了。不过，我还是想加他微信，我想告诉他少离谱一点。我怎么才能优雅自然的要到微信啊？就发了一串啊！啊，来不及了，完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完了，出事了。出事了！但我不是故意的，我确实点进去那个图片，我读的过程中我没看这个聊天记录，然后我的同事跟我说别读了，老板你别读了。这个姐们说她害怕，艾特我，老板你别读了。对不起啊，确实，这我点进一个图，我没，这咋办呀？来不及了，读完了呀。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呀，读完的信呢？咱们这样吧，我们是一个带货直播间啊，我们是一个小卖铺，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哎，欢迎各位朋友，这个新朋友呢，我们这个可以点一个关注，老朋友可以加一个粉丝团。我们3、2、1，上一个链接，上一个什么链接呢？上一个什么呢？上一个超干条牛肉条吧啊，咱们那个对，咱们这个白话汁也不错，咱们随便什么谈一谈，咱们这个卖货啥的啊。人尴尬的时候果然会笑啊，好慌啊！但我完全不知道该干什么。1.5万人现在有。这1.5万人明天会不会都全忘了呢？不知道，这咋办呢？哎呀，这咋办呢？断片了，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没注意啊，没注意啊。哎，这是什么东西？哎，这个大家见过吗？这个叫牛板筋啊，这个是牛的板筋啊，对，这是挺好吃的，大家可以买点牛板筋吃。人呢吃牛板筋呢就能少说话，少说话就能少出事儿，是吧？我吃一个吧，我还撕不动，你看，哎呀。确实没看见，确实没看见。还好啊，已经这样了，咱们也别装糊涂了。我觉得姐妹儿你也别害怕，他肯定在听。他刚给我同事发信说害怕别读，已经这样了，你没啥好害怕的。第一呢，这公司咱们不是说也就慢慢咱就不干了嘛，是吧？第二呢，这很可爱，我读完觉得很可爱，是一个很可爱、很美好的爱情的向往的那种很美好的爱情故事的序章，是吧？我觉得是很美好的，没有什么任何的不好啊，姐妹儿别害怕啊，没啥好害怕的。没有什么不好的，读来读去也没什么不好的。所以呢，
所以这个切片这个男同事，你如果看到了的话，你记得加人家微信一下啊。这个姐们最后这个信的落点是说，怎么才能加到这个男的的微信？你主动点吧，你给这姐们微信加一下啊。你应该也知道你是谁吧？你是那个问过他几点上下班的那个人啊。你把他微信加一下啊。我这也多余教他怎么加你微信了，你主动点吧。这个姐妹很可爱啊，没事儿啊，没啥事儿，已经这样了，咱们也没辙了。没事儿，没啥事儿啊。这你看人家连那个公司坏话也没说，老板坏话也没说，很可爱啊，没什么事儿啊。就是看上了一个其他部门的同事，就这么点事儿嘛。然后跟其他部门的同事有点害羞了，没聊上就聊了几句天儿。以后加上微信就好了啊。怎么有这么离谱的事情，姐妹？太幽默了呀！哎呀，我真的感觉不用再多说什么了，肯定100%，他就算没看到，他朋友100%会看到了，至少这个 Seven 的朋友是100%会看到吧。果然叫小离谱。小离谱啊，那个小离谱，把人微信加一下，小离谱。哎呀，你这样吧，姐妹，万一我是说万一啊，居然我们这个小卖部刚刚有1.5万人，万一我们这小卖部1.5万人真的就是啊，就集体失忆了。突然说黑衣人看过吧？突然拿个牛肉干，我这么咔嚓一闪，现在所有人失忆了，忘了。那姐们，我还是可以给你个招的啊。他不是跟你部门老大认识吗？他跟你部门老大不是搜过吗？你直接找你们部门老大就行了。说，领导，咱们也相识一场，可能以后一起工作的机会也不多了。我最后有个事求你。老大说：“你那天不是还假装没看见我吗？什么事求我？我现在看见你了。I see you 了。I 不光 see you， I 还 see the guy next to you。把那个小微信给我推一下，好吧？找你部门老大就行了啊。没事啊，姐妹儿，你今天就当这个脱敏训练吧。今天把你的这个信一读，你应该人生不会有比这更尴尬的时刻了。今天你就当坏事当好事了，你今天就当那个脱敏训练吧，姐妹儿。今天这个脱敏训练以后你就是畅通无阻啊！这小微信想加谁不行啊？啊！以后你就横着走了，你就找你这部门老大要 ，the guy next to you， 把他的微信给我，快，好吧？老大说你怎么突然变这么外向？啊？不怕丢人吗？哈哈，这辈子的人我已经丢完了，不会再丢人了，快给我，是吧？啊，直接要就行，没事儿。太精彩，太精彩了！欢迎各位朋友啊，新朋友可以点个关注，老朋友可以加个粉丝团。我们还有3分钟发券。好嘞，这个我们今天的新品，这个茉莉的这个咖啡液，不光是茉莉，刚一直没展示，还有另一个茶的，就茶咖吧。这个已经卖了快500件了哈，它是咖啡液7条，不酸不苦，送一个杯子，送2个椰子水儿。有淡淡的茉莉花的那个香味儿，
推荐给不喜欢太酸太苦的咖啡的朋友。当然，你喜欢酸的、喜欢苦的，你可以直接买这些豆子。我们这儿也有很多咖啡豆，可以让我伟大的同事谈一谈。豆子都是可以要求磨成粉发货的。然后还有长相思卖的不错，长相思呢2瓶送一个这个野餐的套装啊，杯子的这个组合套装，还有2分钟发券。还有啥？今天这真给我念懵了啊！牛板筋啊，韩金牧场的牛板筋，一如既往朴素的包装，好吃的味道啊，推荐给大家。还有2分钟发券，我稍微讲品。2分钟发完券之后，咱们接着读信。我也得从刚刚这个，我脑子也得理一理，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别真给人家小姑娘造成什么困扰。我在这讲品，那个想一想，还有什么没有？还有这个肉肠啊，这个肉肠是独立包装的，跟我以前卖那个肠吃起来呢没什么，这也很好吃。猪肉加鸡肉含量大于等于90%，非常好吃。独立包装呢，也就是说你每次吃1根2根都没有说非得吃一半又装回冰箱串味儿什么的那种痛苦啊。牛板筋非常好吃，对，牛板筋非常好吃，一个一个的，厚，味道也非常好。还有就是上次的明星产品白话汁，这个爱喝酒的、爱吃肉的朋友可以感受一下。我是爱喝酒、爱吃肉，我每次喝完酒喝它就有一种甘甜的感觉，非常的喜欢。我们的老明星呢也可以介绍一下啊，番茄，你嫌它绿呢，你就放在常温，过2天就通红了。你就想像我一样吃点酸酸的、生生的，你就把它放冰箱，它就不继续变了。还有这个牛脆脆，今天又是1000多罐。还有1分钟发券，发完券我们就念信哈。你们也帮我想想，这个咱们还有什么疏漏没有？对刚刚这个勇猛的姐妹，没有什么疏漏吧？完整的一个脆片哈，牛肉完整的片儿，风干烤干。零糖爆米花好像卖光了，哎，对，这多余展示。啊，费德巴的蛋白棒和威化饼干啊，吃不过来啊，都展示一遍。我吃一个板筋压惊吧。发券了，感谢各位关注。被子还有吗？有啊，小宝贝儿，3个样子的小宝贝儿。这有点少啊，不能再读一遍了。真不能再读一遍了。姐妹儿，后面有任何进展，千万写信告诉我一声。无论是你的爱情还是工作，有任何进展，告诉我一声。再吃个牛。非常好吃，非常好吃。小时候就爱吃板筋，但小时候那些板筋就不过瘾，特别细，特别小。你看我们这个厚度，这种感觉，吨吨的。还有奶片儿，哎呀，奖励自己吃个甜的吧。确实是好久都没吃这个奶片了，没有很甜啊，烤的奶脆片，就小时候干吃奶粉那味儿，吃点甜的吧。吃完这个接着读信啊，应该也就这样了，没什么问题。
哦，我们咖啡惊动客户了，客户说这个咖啡呢，所有在买了我们这个咖啡液的朋友里，再抽10个人加赠一盒它的大红袍茶咖，就它还有别的味道，就是咖啡给它掺了那个大红袍的浓萃取液，加赠一盒哈。我们这咖啡液本身是这个茉莉花茶的，德国波士茶茶咖，然后呢杯子和2个椰子水送的。我吃完这一片接着读信啊。买了咖啡液的朋友都有机会。今天怎么不做职场题？刚那个还不够职场。题型越来越难了，这种职场混合题太难答了。我刚感觉做了一道那个就是数学考试最后一道题，做了到最后那道题，太难了。哎，吃点甜的舒服点。那奶片很好吃啊，我稍微控点糖，所以我不是每次都敢吃。大家理解一下，我不是说那个我也爱吃甜的，谁不爱吃甜的？爱吃，稍微控制控制，酒喝太多了。感谢各位关注，感谢各位关注，新朋友点个关注，老朋友加个粉丝团。我们接着读信的了。哎呀，缓一缓，咱们找一个真正的这个短一点的。蛋总，我女领导出轨了。现在题型都是这种题型了吗？咱们现在题型都是这样的吗？出轨对象是我们业务有关的大领导，女领导老公我也很熟悉。现在我要被迫当他俩的掩护，我的职场生活以后咋办呢？我该怎么做呀？太难了，一题比一题难，又短又难。你这个就像前面那种选择题，很短是吧？一共就3分，但是贼难。太难了，我要不还是奖品吧？哎，算给你个意见哈，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意见你能不能执行，我就这么一个意见，你可以试试看啊。你试着微微的搞砸一次，朋友。你女领导出轨跟你们业务有关大领导出轨吗？比如他让你给他打掩护的时候，你微微的搞砸一次。怎么叫微微的搞砸呢？比如说迟到15分钟啊，比如说电话没接到，就别搞得太杂，搞太杂你就意图太明显了。微微的搞砸那么一次，他觉得这小孩不行，不可靠，我们可能会被暴露。说哎那个谢谢你啊，下次不用来了。你放心啊，他也不会给你穿小鞋的，因为你已经知道他们的秘密了。你就微微的搞砸一次，别搞得太杂，然后就远离就好了。这事儿你管不了，跟你没关系，赶紧离他们远远的就好。微微的搞砸一次吧，还是这个朋友不像是能把握住这种。我看下面还有人说这是机会，这个朋友可不像是能把握住这种机会的人啊，这还机会上了，他把握不住啊，赶紧微微搞砸，赶紧跑。就是说，哎呀，我睡过头了，哎，我没接到你电话，哎，没事吧？哎，我马上到。哎，说真的是在路上那个被车撞了一下什么的，就整点这一出，他以后就不敢放心的那个什么。同时，与此同时，只要是工作找你，哎，都是能做的特别好。你放心，你领导不傻，他能感觉到是咋回事。
他就不麻烦你了，就麻烦别人去了。大家可以加一个这个粉丝团啊，感谢各位朋友。这是短袖啊，这是个短袖，这是个短袖。老有人问视力表，短袖啊。行了，这个题解完了，可以再回来面对这些情情爱爱了。刚才是都不敢看下一封情情爱爱的，大家可以继续投稿啊！欢迎大家投稿给我们这个深夜电台的这个小卖部。哎呦呦，哎，已经有5位朋友买了这个咖啡液的得到加赠了啊，恭喜！投稿给置顶的这个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投稿，欢迎大家投稿啊！今天可能播一会儿。这个稿子念完了就读今天的稿子了，大家可以投稿。你写的时候你别写你好回车键，你就发不了了。第一个给这个陌生账号发呢，小红书平台规定你写完整啊，你在备忘录里写完整，你复制粘贴一起发啊。我收到过好几个你好一回车，哎，说你只能发1封信，你写完了你再发啊，你别一个你好一个回车没了。但你好，我今年30了，去年读在职研究生期间谈了第一个男朋友，男生呢也是第一次谈恋爱，我们进展很慢，半年来只有亲吻，后面男生觉得和我谈恋爱压力太大了，提出分手。在失恋期间，我主动加了一个比较心动的男生，这个男生也很主动，会主动提出很多不一样的约会，对我表示喜欢，对我也很好。2个月以后我们在一起了，在一起的第1个月男生在肢体接触上也比较主动，但是我没有特别喜欢。谈恋爱1个月以后呢，我开始上头喜欢了，但是男生突然变得冷漠了，说没有那么喜欢了。说因为前几次主动肢体接触的时候没有得到正反馈。哎呀，这个词儿这么用啊？这小词儿用的哈，正反馈，我万没想到啊，用这儿了。所以没那么喜欢。而我在恋爱期间呢，又要求他报备去做什么事儿了，觉得没有自由，压力很大，提出了分手。因为第1段恋爱的慢进程，让我在第2段没有这么快，我很难过。但有什么建议给我吗？我要挽回吗？应该要怎么做呢？我从小父亲不怎么管我啊，稍微有点缺少父爱。我2次谈恋爱都一样，男生觉得压力大，他们都认为谈恋爱呢都是为了快乐开心。而我会有时候想到结婚，让他们感觉到压力。我应该怎么做以后才能更好的谈好恋爱呢？姐妹儿，首先别这么分析自己啊。我从小父亲不怎么管我，稍微有点缺少父爱。我从小我爹天天往死里管我，我咋觉得我也缺少父爱呢？先别这么自己分析自己的这个东西啊，自己是分析不明白的。你不信，你去问问那种从小父亲往死管的，是不是也感觉缺少父爱？你这父亲不怎么管，你也缺少父爱，是吧？不能这么想啊，这个可能你没法从根儿上给自己就否定了，是吧？先别这么想问题，你先把这个戒了啊。然后给你什么建议呢？还是谈的太少啊。今年30，去年谈了第1个男朋友，完了又谈了第2个男朋友，还是谈的太少了，多谈点就好，多谈点。给你们把电先拔一下，你们有点热，突然感觉这个有点过热了，你们，没事吧？感觉这个 power 啥的还有吧？可以啊。不热吗？不可能啊！手机热，我们不热哦。是这样吗？哎呀，哦，原来是手机热。姐妹儿谈太少了，谈太少了。去年1对，今年1对，再多谈点，再多谈点，多谈点。
然后少往根儿上想问题，也别整这个一来就什么我缺少父爱了又咋了，别想这些。你这个恋爱还没你先谈谈，你还远远没有到反思到这一步的地步呢。刚谈2段就缺少父爱了，别老往这种事儿上想啊啊！他们都认为谈恋爱是为了快乐开心，而我有时候是想到结婚等等。那你可以试试相亲啥的哈，你试试相亲不就是可以提高遇到也跟你一样想结婚的男的的概率嘛，对吧？不光多谈，你还可以多试试相亲，可能能碰到跟你更频率相同的人。但我还是推荐你多谈一点啊，你也可以多试试相亲，反正就多接触接触啊，总没害处，好吧？多接触接触就好了。好嘞，我们这个咖啡液今天的新品里的销冠哈，600件了，确实挺好喝。肉肠也还可以，沙棘汁儿还是牛脆脆狠，牛脆脆1600件。这个奶片每次你说讲不讲的800多件。哦，对，这个胸口和肥瘦都有现货啊！大家那个以前买过胸口肥瘦想补货的朋友可以去补，我都没提示，这个老朋友可以去补货吧，贼好吃。肥瘦呢，你就直接在小红书搜切片，搜那个蒙古肉干面做法，有教程啊，也有我说的，也有别人做的教程，你就拿那个肥瘦回去做蒙古肉干面就行了。胸口嘛，你炒个菜也行，你直接蒸熟、烤熟都好吃。玉米汁儿还是没有，玉米汁儿还是没有，玉米汁儿还是没有，玉米汁儿还没做出来，玉米汁儿又卖没了。牛板筋我吃不辣哈，我吃不辣，我试过它那个辣口的也不辣。我现在吃的这个是，我再给你试一下这个辣口，不辣啊。你看一下这个红油的感觉，我拿起来让你看一下，就还好吧？就这种红油的感觉就还好吧？哎，这个板筋难不难咬不知道，这个包装是真难咬。见效啊！我们哈尼牧场做的东西，那这就是包装一般是已经是一个老问题，我们马上解决啊！这个哈尼牧场阿蒙前段时间来，我们已经给他找个那个设计团队啥的，让把他这个包装重新都好好弄一下。这个包装确实做的，但是肉是真的很好吃。哎呀，我上碱了吧？我爱吃，你要问我嘛，我觉得都还行。因为你从小记忆吃牛板筋一般都是辣的嘛，所以你肯定觉得辣的更哦。一吃牛板筋，就应该是这样。孜然的也很好吃。第一次来最推荐牛脆脆。我接着读信了啊！感谢各位，欢迎各位。这个已经念完了。但我今天特别生气，我来公司2年半了，一直兢兢业业，在客户和我直属领导
面前嘴给啊，都是很优秀的员工，各项指标都完成的很好，但是今天年终绩效考核只拿个尚可。刚来公司的时候也拿到过，我以为就是刚来工作不熟练，当时没太纠结。但是这次刚来1年的关系户拿个优秀。直属领导 A 呢是很性情的一个人，已经找部门领导 B 和大部门和大领导 C 闹过一会儿了。哎呦，你这领导挺好。这2个大领导就是推脱装傻，这事儿估计也就这样了。我知道这应该是普遍现象，但心情非常糟糕。我想问一下，接下来我应该对工作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本人今年36了，未婚，在之前找工作中也因为这种碰过壁。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除了忍还能怎么办？哎，你有一个好的直属领导 A 的话，我觉得你就问他呗。姐们儿，你别问我了啊，我给你的意见肯定不如他给你的意见，你问他吧，好吧？你问他吧，你问你这个直属领导，他都为了你可以跟大领导吵架的人是吧？你问问他，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我应不应该走？或者说你会不会走？哎，你能不能带我一起走？你跟他多聊聊。为啥一定是姐们儿？我能看着头像，我能看着头像，能看着 ID。晚上好，我有一个感情的问题。3年前认识一个男同事，在一起共事1年多，期间跟他逐渐暧昧，把持不住。但是男同事那会儿有女朋友，而且后来他们都结婚了。在那段一起共事的时间里，我特别的内耗，最后我选择了离职，离开了那家公司。后来偶尔微信联系寒暄，问问近况，也是前同事那种吧。时间到了今年，我又换工作了，在新3月份的时候，跟此男微信聊了起来，得知他在找工作。后来我内推到我新公司，哎呀，真能给自己找事儿。内推的初心是真的基于之前的同事情谊，我觉得自己能控制自己的感情，翻篇了。结果我又有点上头，那些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但是他已婚了呀。最近一次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明确的对他说，别招我，想清楚要做什么。做朋友的话就别招我。但是即使又做同事，我发现对此男的要求已经有点超出同事了，致使我们2个人都很闹心。现在的状态就是每天都聊天见面，但是特别累，这还是我自找的。孽缘呐，绝了呀，咋整啊？最近每周吵架，一吵架此男就破防。有个建议，读信的时候能告诉哪天播，总怕错过。哎呦，我确实我播都不知道哪天播啊，不好意思。最近每周吵架，一吵架此男就破防。那工作能力是确实优秀，那可能工作能力是确实优秀吧。这一内推就推上了，咔工作就找上以后嘛，2人在办公室整这一出暧昧，然后暧昧嘛也没影响工作，还天天吵架，每周一吵架这男的破防，男的破防都没影响工作，不错啊，工作能力确实行哈。这个是短袖啊。你要是确实你是挺会看人，你确实给你们公司找了个好员工，但是你给你自己找了个彻底的不痛快，你说你这图啥？纯给自己找不痛快。你俩没戏啊！我觉得你话说的已经挺明白的了，是吧？你说你看想清楚要做啥，做朋友就别招我，
完了你俩就闹心，闹心，人家结着婚，你俩闹着心。哎，看来他婚姻挺幸福，就缺点闹心，挺好。每天回家幸福，上班的时候闹心，然后还能挣钱。唉，3年前认识一个男同事，你这3年就没有别的？哎，姐们儿，咱就说这3年就没有男同事了？这3年就这么强，这工作能力，就再遇不着一个喜欢的了？哎，牛翠翠又没了。牛翠翠又没了啊！不是牛翠翠，牛板筋没了。伟大的同事们，他们说牛板筋没了。牛板筋还有吗？可以给他们补点吗？咖啡液可以啊，这咖啡液卖了是真挺好。行，牛翠翠是快个1800，行，奶片快1000，来回来去就这么几个老演员。哎，这爆米花有啊！刚谁跟我说这个灵堂爆米花没了？有啊，朋友们，这还有啊，我看到了。还有5分钟发个券哈，姐妹儿别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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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儿这么整下去没什么好下场，别整了，别整了，你估计又得离职了。上一段就是他自己主动离的职。哎呀，你不是猎头公司的卧底吧？以身入局，每次在一个公司里打断工作一段时间，我来物色一下有没有你工作能力特别强的，就他了，我离个职，我到下一个公司内推他。别整了，姐妹儿，好好上班啊，好好上班。别整了，整不好了，给自己整难，这除了给自己整闹心，没啥用啊，姐妹，就把自己整闹心了，别整了啊。别再整了，真的头晕了，真的头晕了。长相思啊，青苹果的酸涩，就果酸的感觉，没有那些怪味儿，就比较入门的葡萄酒，不太会出错。能喜欢酸的话就买这个，然后送一套这个杯子、瓶子、杯子，野餐用的，塑料的啊，送的野餐用的啊，自己回去拼装一下。冰着喝啊！哎呀，这是不用我重复吧？就是我卖的所有酒，你在我这儿买的所有酒，我都推荐是冰着喝，包括黄酒也是冰着喝。T 恤在做 ，T 恤在做，我们那个 T 恤的设计已经 OK 了，就是在它这个 T 恤周期还是有一点的，让它做一下。哇，好长哇！我先读个短的吧。还有3分钟发券啊！你好，我上周向喜欢的男生表白，他拒绝我说因为之前的感情史，现在不打算考虑感情，打算35或者不结婚。打算35是啥？他现在27了。他说很高兴有人喜欢他，要请我吃饭。他之前也说过请我吃饭，第3次了，没吃成。怎么样提醒他请我吃饭呢？都给我玩这种转折啊！你不给我脖子差点闪丢了，这么这种转吗？都是啊！
直接说就得了呗。说哎，你吃饭了吗？你吃饭了吗？我还没吃呢，好几天没吃了。给他发这个就行了哈。而且我觉得你俩不是完全没可能哈，我觉得你俩有可能。这个姐们最后的一句话是说，怎么样提醒他请我吃饭？我俩还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我真觉得有可能。你再吃个饭，多接触接触，你俩需要多接触。你先让他请你吃个饭，然后呢，你回请他吃一个饭。你回请他吃饭的时候呢，请一个比他这次请你吃的饭稍微贵一点的饭，贵一点就可以了。吃完以后过一段时间，你说我上次请你吃饭花挺多钱，有点心疼，你要不要能不能再请我吃次饭？吃3次饭吧，这3次饭吃下来呢，能行就行了，不行就拉倒，你也不吃亏，吃他2顿饭嘛，对吧？接触一下，我感觉有机会了。你吃个3次饭，反正就当蹭饭了，也没什么吃亏的，是吧？你吃个3次饭，感受一下。我觉得有，我真觉得有机会，真觉得有机会。哎，发券了，还有1分钟发券了。这个饭只要吃上了，都是人。你有没有机会？其实这个姑娘自己能感觉得到，吃着看呗，感觉，实在觉得不行就算了。哎呀，这板筋我没法吃，这刚为了冷静，嚼一堆板筋。发券了，朋友们，感谢各位关注，新来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老朋友可以加一个那个粉丝团。今天的新品啊，广西的茉莉花茶的萃取液混巴西的咖啡豆，不苦不酸的咖啡液啊，非常方便，7条，买回去兑水喝也行，兑他送你的椰子水也行，他会送你椰子水啊，送你椰子水和那个杯子。不好意思啊，这个券确实有点少，而且人确实有点多。这个下个月会改善的，下个月小红书已经承诺了会多给点券，下个月会改善的。抱歉啊，确实是小红书给弄，感谢大家理解。哎呀。新来的朋友能吃点硬的，你就吃这个超干。我爱吃这个，不会出错的你就买牛脆脆，这是更多人的选择。想吃甜口的买个奶脆片，烤奶脆片。我每次也挺震惊的，周一的晚上11点半，1.2万人，欢迎各位，感谢各位。和前任在一起2个月，本身性格不合，不断争吵。一开始对他并不是很上头，只是见色起意。后来因为我闺蜜让我转交特产给他，他借着这个感谢的理由私聊过我闺蜜3次，还评论点赞我闺蜜朋友圈。我觉得这个人没有边界感，因为这个导火索我们分手了。我一怒之下还写个小作文骂他，把他删了。他表示太不体面了，不愿意再做朋友了。分手后偶遇过很多次，每次看到他的脸之后，我又嗷嗷上头，我贪图美色，我想要加回来，留在微信欣赏，有机会见面看看脸。再次偶遇后，当面把他加回来，隔一天他把我删了，他给的理由是分手后我联系约他的朋友。
觉得我对他朋友有想法，并且不愿意见面给我解释的机会，把我全网都拉黑了。我联系他朋友嘛，是有点报复的感觉，但更多呢是想看看能不能又重新看到他那张迷人的脸。请问蛋总，我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你是薛定谔的那个啊，量子叠加态。你现在是属于爱情中的量子叠加态，你就是啊一会儿加害者，一会儿受害者啊。你那个啥吧，你别的不说了，你先把这个男的照片给我发了吧，我看看。美色这一块，我看看咱们对美色的理解一不一样。你先把男的照片给我发来，别的先别说那些了，我保证不给别人看啊！你发给我，你发给我，快点。这么帅吗？这么帅吗？大家看看啊，你俩最好能和好，我觉得你俩挺合适的。哦，我们这个奶脆片也有抽奖了，所有买了奶脆片的朋友们，所有在买了奶脆片的朋友们里，我们一会儿抽5个人加赠啊，加赠。然后钣金也有了，牛钣金有货了啊。哎呀，你俩和好吧，你俩和好以后，就这个量子的这个叫什么，就观测了，就稳定了，你俩就对，推荐你俩和好，发个照片给我。蛋总你好，前段时间我和前男友分开了，分开是我提的，这也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但是上天立马给我送来了2个男人，我认真点啊，这个啊，还有高手，哈哈，还有高手。上天立马给我送来了2个男人 A。我知道他一直隐隐约约对我有好感，曾经我也试过和他相处，但是没办法，我对他像被冰封的湖水，任由他怎么吹风，我的心毫无波澜。那里湖水总是澄清，那里湖面总是宁静，雪白明月照着大地。我希望我不该是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哈哈，还给我化用挪威森林歌词，你可真行。我也不想吊着他浪费大家的时间，于是我就把他给冷处理了，他也离开了。男 A out。哎呦 out。我跟 B 相处的就不错，如沐春风，青春洋溢。但有个坏消息，这个 B 呢也是刚分手，我走出来，但他有点没走出来。我们相处的很舒服，聊得也快乐。他曾对我坦白说对我有好感，但是面对上一段感情他没有走出来，希望理顺再接受，不然对我也不公平。他需要时间，想被温水煮青蛙。但是我只顾着自己开心，没注意控温，给他高温煮死了。青蛙要跑，我挽留过，但他说他对我没感觉了，我尊重也理解，把他放生了。在这个过程中我确实是心急了，如果能早点看到你的直播，早点听到那句等到冬天再决定，或许事态发展会不一样吧。我很伤心，晚上吃完饭出门选择散步，但是散完步我胃口大开，又吃胖了，更伤心了。起初我想请教的问题是，应该怎么才能挽回这个 B？ 毕竟跟他相处起来真的是很舒服。但是写到这里，我转念一想，他如果还喜欢我，应该会再次跳进我这口锅吧。所以尽管还是喜欢他，但静观其变，等到冬天再决定吧。蛋总，
下一次如果我再遇见心动的人，是不是应该学着控制一下感情浓度的释放比较好？不管蛋总你给到什么样的建议，都祝福你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哎呀，姐妹儿啊，姐妹儿，你没问题啊，你不需要我的建议，非常好。你是我们这个小卖部优秀毕业生啊，你是我们李诞小卖部的第一批优秀毕业生，你已经可以翱翔吧你，你没问题了。好吧，你已经毕业了，你以后来就可以纯购物了，不用再听了，你就纯购物就可以了。太可爱了，没啥问题啊，非常好。自己给自己总结的也很好，完了呢也不内耗，也没觉得自己有啥问题，想到了下一步该怎么办，非常完整，思路非常清晰，非常不恋脑。恭喜5位朋友啊！恭喜有5位朋友中奖。这是啥？我的妈呀！蛋总，我朋友最近有个困扰，好，行，老板对他太好了，咋办呢？我朋友是一个27岁的牡丹，在男女关系方面放不开呀，很怕自己多想，所以请大家来分析一下，朋友和老板之间差了20多岁，但是老板心态很年轻，很爱跟人聊天。我朋友性格也还行，不愿意让话掉地上，所以俩人聊得来。老板在工作中经常肯定我朋友的努力，讲话和风细雨。哎呀，之前呢就觉得这是个好老板，最近感觉有点怪怪的。你这还没聊爆呢，你这可以啊！这一看发完信检查过，把所有的第一人称都换了。最近感觉有点怪怪的，老板有天因为天气不好要送我朋友回家，然后路上大堵车，突然老板掏出一袋东西，是我朋友之前在公司随口说个好吃，然后老板就请人长途带过来的一个东西。后来车堵的实在太严重了，老板就请我朋友去吃饭，然后饭桌上也挺照顾他，我朋友就一直说他是好人好老板，然后老板就说开个玩笑吧，你这话说的很像是年轻的时候追小姑娘一样，哎呀被夸好人呢，哎呀。我朋友听完就很尴尬，觉得这个老板可能就是爱开小姑娘玩笑吧，他就继续闷头吃东西。但是吃完饭以后，老板对我朋友说，让他不要告诉其他同事，今晚2个人一起吃了饭。隔几天我朋友去上班的，我朋友不上班的时候，老板又邀请我朋友一起逛公园，还说带个东西。我朋友不好意思呢，就请老板喝咖啡。结果老板又要求我朋友呢，下次一起出去逛逛。我朋友现在觉得很困惑，老板对他这么好，是因为他觉得给的工资太低了呢，还是看好我朋友的工作能力呢，还是觉得2个人聊得来想当朋友处呢，还是想要干点超越道德底线的事儿啊？如果是超越道德底线的话，那也没有必要光天化日去散步吧？你还挺替他着想，你还想到他前头了。他约你散步，你是因为这个不去呀？你是因为觉得不应该在光天化日你没去呀？哎呀，你还让你多想了一步。我朋友现在看到老板就想不好，实在不确定是不是自己想太多了，求助啊！我朋友是真的想和这个老板学点东西，但是他有家室了。和他这种情况是不是不太好啊？哈哈哈，学点东西。哎呀，天哪！他有家室了，你还想咋的呀？你这老板这一套连招，
你老板这一套连招蛮熟练的，反正，一套组合拳应该是挺常练的。冷处理吧，就叫你别出去了，然后该跑就跑吧，别整了啊，别整了，别整了。别学了，那么好学呢？哎呀，这个女孩27亿，这个老板比她大20多岁，完了有家室，还要学啥？那么好学吗？别学了啊！学海无涯啊，回头是岸啊！感谢大家关注啊！感谢大家关注，也可以加一个这个粉丝团啊！别学了，别学了，太吓人。完了，这个姑娘还是一个就一直没谈过恋爱，27岁，母胎单身。别一上来整这种啊！我的妈呀！别一上来就整这种啊！不行啊！可不行啊！快跑啊！快跑！快跑！快跑！蛋总你好，我长相家境有8分，常被认为是有才华的，专业也还不错，但是我情商特别低，经常把周围同学朋友都得罪了。经常出现一种情况，大家开始特喜欢我，但是逐渐在相处中把我拉入不愿合作的黑名单，目前应该树敌不少，陷入一条死胡同。我特别羡慕情商高有团队伙伴的人，希望蛋总教教我怎么拢人，拉拢的拢啊，提高人际关系，在自己行业里遇到良缘贵人，把事业搞上去。教不了啊，教不了。拉拢人，怎么拢人？拉拢人，怎么拢人？怎么提高人际关系？这我都不会啊！我不会拉拢人，我也不会提高人际关系啊！我推荐你也别这么想，你可以想想怎么交朋友，可以想想怎么把专业做得更好。可能你会发现，不用把情商提上去呢，也就好了。我怀疑你不是情商不高的问题哈，是发心的问题啊。你有没有可能把他当朋友交，而不把他当成人际关系交会好一点呢？提高人际关系，哈哈，这词儿用的，提高人际关系，不行啊，朋友，别这样，别这样，提高人际关系。做事儿呢，做人做事儿。做人做事呢，是吧？不能这么，朋友是朋友，是吧？提高人际关系不能这么想啊！你这么想，我能理解为啥大家慢慢的不跟你玩了。人家拿你当朋友，你拿人家当人际关系；人家拿你当人，你拿人家当目标，咋整？整不了啊！别整这一套啊！快跑！
快从这种环境中跑，不是环境，就从这套脑子这种，我不知道你是看个什么书受什么影响啊？就赶紧从这一套东西给跑掉啊！读点文学，读点那种友情、爱情啥的，提高人际关系。欢迎各位朋友，感谢大家关注，大家也可以加一下这个粉丝团。啥好吃？新朋友可以买那个牛脆脆奶片啊，番茄。我们的老演员，新演员今天卖的比较好的是这个咖啡液和这个肉肠。咖啡液7条，咖啡液是茉莉花茶的，茶咖还是咖茶？它叫咖茶还是茶咖？茶咖吧，就是有一点淡淡的茉莉茶的那个香味儿，然后呢，不酸不苦的咖啡液。肉肠嘛，就这个黑椒肠，它是独立包装的，非常方便。我接着读信了，念光了啊！我直接来，我现在我要直接念这个新的来信了。今天的就是今天的投稿，可能这个今天可能就很多朋友你都在，可能就读到你的信了。今天的投稿，刚刚我的同事刚刚整理出来。但我特别喜欢这个读信环节，我不知道能不能被读，能啊。我想分享一个我的奇葩相亲经历，顺便求一波分析。这是我24年来啊，不是24年来，是我24年来，不是24年以来啊，这是我24年来人生中第一次相亲。我们老家呢是一样的，目前在相邻的城市，属于异地。男生本人和照片差个有30多斤吧，照片有一丝小帅。见面的时候，我给我大脑整宕机了。吃饭的时候，我看见他的鼻毛微微露出，没忍住我笑了出来。他问我笑啥，当时特别尴尬，而且我们坐的位置吹不到空调。他这个虚胖哥一直在喊热，连炫2瓶可乐。后来我们就在街上转了转，在这个过程中我好像得罪到他了，因为我只给自己买了杯奶茶，忘记给他点了，点完才问他要不要喝，他一直叫我别点。我说我就装装样子，然后他就说我现实，说我假。我也有点后悔，感觉自己有点过分了。我有点想再约他出来。你可真行。但离谱的事儿来了，中间人说他和家人说我不去他的城市发展，其实我们根本就没聊到这儿。他家人说如果我愿意去，就让我们年终订婚，年底结婚，特别奇葩。但现在问题是不知道为啥，我感觉我对他又有点好感，有点想再找他出去玩，但人家根本没主动找我讲过话，求被骂醒。这整个这个过程中，到底是哪一点吸引了你呢？假的照片，鼻毛，连炫2瓶可乐，是连喝2瓶可乐，这个特别吸引人吗？没见过，现在就是长大了以后，很少见连喝2瓶可乐的是吗？这个给你吸引到了？还是那种想要一杯奶茶的那种直白吸引到你了？还是说跟中间人编瞎话，说哎呀，他不来我的城市发展算了，是他编瞎话吸引到你了？到底是哪个点？我好痛苦，到底是哪个点吸引了你？快点告诉我，我费解。什么吸引了你？是不是他根本没主动找你讲过话吸引了你？是不是？是这个吸引了你吗？头晕啊！
可能是这种感觉吧，可能是一个自己也没瞧上的人啊，他肯定是这种，就是我也没瞧上啊，结果他居然不主动联系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被我瞧不上的人给瞧不上了，那不行啊，那我可有点瞧得上他了，是这么个心理过程吗？姐妹，是不是这么个心理过程？这个毛病赶紧戒吧，真服。哎，咱就喜欢这种，哎，冷的这种啊，就喜欢这种不喜欢我的，高兴，哎，就这种感觉，戒了啊，这个毛病不戒一辈子好不了啊。他最后说，人家根本没主动找过我讲过话，求被骂醒，所以我说话严厉一点啊，戒了，神经病啊，头晕，哎呀我的妈呀！但我最近和我谈了4年半的男朋友吵架，他要分手，我很难受。我一直觉得我们感情很好，出现矛盾了就跟我说受不了了，结束吧，然后就不理我了。我确定他没有出轨，也没有认识新的人，而且我们现在还住在一起，他就不跟我说话，到家就开始睡觉，真的离谱，睡10几个小时，羡慕啊！这个睡眠可以接一下，我也没办法，还像往常一样给他做饭、洗衣服，准备每天的搭配。切果盘，准备零食，让他上班吃。他吃完就会评价一下，大概就几个字：好吃、不喜欢、不好吃。除此之外，他再也不跟我说多余的话。我感觉我像一个美团商家，他好像是能评价返现。到现在已经很多天了，我是个话很多的女人，他这几天已经要把我憋死了。我尝试和他沟通，他就一句话：你有完没完？真是让人受不了。但我真的舍不得和他分手。几番挣扎，想通过这种方法来开导一下自己，不胜感激。这都啥呀？几番挣扎，想通过这种方法来开导一下自己，不胜感激，就是让我们来骂骂你呗，给我们小卖部投这种稿，你以为你会有什么好下场吗？哎，你都给你这个男朋友吃啥睡这么香？羡慕啊！选品发我一份啊，我看看。切的果盘，准备的零食，啥零食发我一份啊？帮我选品。睡眠太好了。还有4分钟发券，太离谱，太离谱了，太离谱了！这不神经病吗？而且这个男的说要跟你分手，完了天天还住家里一起住着。我希望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如果这是真的，你俩感觉都病得不轻，很危险啊。哎呀，这来了一个写小说的，好嘞。他是新手摄影师，拍的第一个人就是我。加了微信，拍照的时候寒暄了几句，得知他是00年，而我是96年，他刚毕业，我已工作5年。当时我就觉得不合适，我平时生活习惯就是分析别人，我看过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我也有这个习惯啊，
我也是看了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天天都在分析别人啊。你在分析别人，我在分析别人的分析的你，我在分析那个分析别人的你啊。是不是有这么一首诗来着？你在分析别人啊，我在分析别人的你。后来我又聊到他爸爸一直都在外地工作，从小到大一直就和他妈妈在家，他母亲是个掌控欲很强的人。他这样说道：你真是写小说的。一个长期缺乏父爱的男孩，只跟母亲一起生活，往往会不够勇敢，内心不够坚强。真分析上不够爷们儿，我会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因为之前看过一些关于原生家庭对孩子成长的性格影响之类的书，加深了我不能和他在一起的想法。但我们几乎天天约出门一起拍照，是因为我们真的都很喜欢摄影。哎呦天，这年头喜欢摄影的人不多了。1个月后他跟我表白了，完全是意料之中。又让你给分析对了啊，让我做他女朋友，我理性的拒绝了。这跟分析结果不符，必须拒绝。大概2周后我们再次见面，还是喜欢摄影，我拒绝了，又见面，肯定是摄影。他吻了我，行，这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他吻了我啊，我的大脑让我推开他，可身体却不由自主的靠近。身体还在拼命逃，可欲望在燃烧。我们就这样在一起了，在一起他对我非常好，我也能感觉到满满的爱。直到最近2周频繁吵架，他都选择沉默，每次吵架都是让我去找他道歉，哄哄他就好了。分手的导火线是他回了趟老家，打电话不接，回微信说跟他爸在一起。我当时就明白了啊，不想让他父母知道我们2个人的事儿。他回来告诉我，他父母都觉得我年纪太大了，在一起不合适，他选择分手。当一个男人想要离开的时候，往往不会说出真实的原因。又分析上，又分析上，哎呀，又分析上了，说不是，这不是真实的原因啊！发券了，12点了，发券了。这个信比较精彩，我就接着读了。感谢这个我的老顾客们帮我售卖一下，大家听信的时候帮我售卖一下。这个刚刚抢到券的朋友帮我买买，新朋友可以买这个牛肉干、牛脆脆啊、番茄啊、花树枝啊什么的啊。老朋友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咖啡液。这个老顾客们帮忙售卖一下啊！好了，我们这个咖啡又抽奖了，所有买咖啡的人，你再抽10个人，加赠一个他的大红袍的咖啡液，也是1盒7个的。哎呀，这个姐们分析啊，分析说不接受，说这个男人想要离开的时候，往往不会说出真实的原因。感情失败，我会反省自己在这段亲密关系相处中存在的问题，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内耗。我能辩证的看到我的优点和缺点，也能看到他的真诚、单纯、善良、可爱、幽默、耐心、懦弱、没有责任感和担当、缺乏共情能力、冷处理冲突。书是没少看。在这次失败的感情中，我恍惚间意识到，原来我也是一个控制狂。为啥我说让你们少看点？对另一半有着让人窒息的控制欲，我和他的母亲一样让人感到压抑。得了，你看看，给自己精神分析的透透的。例如，我觉得他穿黑色衣服显黑。你心理学分析的不错，咱们这个时尚搭配这一块稍微的了解不行吗？黑衣服显黑，咱们穿搭这一块就真不刷小红书吗？黑衣服显黑。黑衣服显黑，心理学我可能说我确实是只能说略知一二啊，但是这个穿搭这一块你少给我整这一套，黑衣服显黑。我就给他买了几件白色的 T 恤，让他看起来符合我的审美。我并不关心他喜欢什么颜色，这就控制狂了。买2件短袖就控制狂了。哎呀，控制狂门槛从前所未有的低啊！
再比如，它有一个超大容量的便携塑料水杯，我觉得塑料制品对身体健康不好，我打着对它好的幌子，给他买玻璃杯用，强行让他用符合我价值观的东西。而我并不在乎这东西是否符合他的需求。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我明白了他想分手的真实原因。相处中，我像母亲一样管着他的一举一动，稍有不顺我的心，没有乖乖听话，我就发脾气。我从未意识到我是阻止让花成为花的那个人，我才是破坏关系的始作俑者。幸好我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李诞，亲密关系中如何让控制欲消失？如何不再试图改变别人？如何学会理解与包容他人？你少看点书啊，姐妹儿，书读的太多了，知识学杂了啊，典型的知识学杂了，学的太杂了啊。首先，黑衣服不显黑啊，黑衣服显白啊。教你点正确的知识，黑衣服显白。完了呢，别看那个心理学的书了，你佛学入门听听吧你。前面佛学入门啊。你知识学太杂了啊，又多又乱，不深入啊。心理学我为啥就是说了解了解是吧，就好了，别自己学的这么深，学这么深嘛，你当个兴趣你还应用上了，这家一顿分析。你有可能是有一点控制欲啊，我觉得你有可能是有的。但是呢，你一分析说我肯定特别有控制欲，完了，你这么自我暗示一下，你就会慢慢的更有控制欲了。可能你开始就根本不是那样的，结果你稍微有点控制欲，哎，你就说完了，喂，你看，果然，我是一个控制狂，原来我就是控制狂，我是他妈妈，他缺少父爱，他懦弱，我是他妈妈，我跟他妈妈一样，我控制他。他跟我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我像他妈妈，并不是因为他爸爸妈妈不同意。你佛学入门吧你啊，姐妹儿，你多喝点咖啡也行，清醒清醒。你多喝点酒吧，不行，你是太清醒了。你的问题还不是那个，对，你的问题不一样，你的问题是太清醒了。你喝点酒吧，你别那么清醒了，你整点这个长相思喝一喝。2瓶还送你一个这个野餐用的这个杯子什么的，瓶子啥的。你多喝点酒吧，你太清醒了。我一般不劝人喝酒啊，你得喝点酒啊。恭喜有5位朋友得到了我们咖啡的加赠。哎呀，我的天！泥果好吃不？这个泥果江浙沪的朋友们，只要是吃过泥果，你就吃这个泥果啊，肯定没问题。是我个人吃过最大的泥果，特别香。没吃过泥果的朋友呢，谨慎购买，因为你可能受不了那个咸味儿。它又是生的，你要是能吃得了生腌，吃得了咸，你可以试试。我是觉得贼好吃，贼好吃。然后买个泥果的朋友配一瓶黄酒啊，这个泥果配这个黄酒就起飞，原地起飞，巨好吃。江浙沪的朋友可以试试。他不用塑料杯。对呀、哎呀，不行，我也是控制狂，你就得买这个。我也是控制狂，我也确诊了，我分析出来了。你就买2瓶长相思，送你点塑料杯，你从用塑料杯开始，学着理解、包容他人，学着接受这个世界上有跟你分析的不一样的人，你就用塑料杯看看能咋。我也控制狂，别惹我啊！
我黑写黑啊，我也写黑，我现在我黑了啊，我。唉，太能分析了呀，姐们儿，真的我认真的啊，刚可能有点开玩笑吧，希望你能快速的醒过来。你真的可以听听这个佛学入门。你读书呢，别可着这一个这个往里生，感觉是在钻研吧，但其实缺少这个好的指导呢，有点乱啊。你听点这个别的，你换一换阅读趣味，你别搁着这一个心理学就往坏了读，太乱了，你这知识。好吧，他最后的问题是，我想请问李诞，亲密关系中如何让控制欲消失？如何让控制欲消失呢？先尝试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比如说你自己就不愿意用塑料杯是吧？你试试多用塑料杯，你就发现没什么嘛。尝试一些失控，让自己先失控啊。如何不再试图改变别人，改变自己啊？先改变自己啊。如何学会理解与包容他人？先学会理解和包容自己。我觉得你对自己也不理解不包容，你让自己都失控。哎，犯点错，做一些自己没想过的事，你先学会理解、包容自己，你才能理解和包容他人。你对自己应该也是一顿分析。你这么理性，你把自己当一个什么呢？你把自己当一个那个实验小白鼠一样在解剖，你觉得你对自己好吗？你对自己也不好，你天天就是把自己变得特别理性，完了也不理解自己，也不包容自己。完咔咔的在这解剖自己，分析自己，不行啊！你先做一些小错的事儿啊，做一些自己平时没想过的事儿，比如说用一用塑料杯子，然后读一读其他的书，感受感受啊，有机会啊，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然后你必须买一件这个黑 T 恤啊，你自己穿上，你好好照着镜子，你看一看客观现实，怎么黑 T 恤会显黑呢？你好，蛋蛋，我平时和我婆婆都是相敬如宾，她一般说不太过分的话，我都是尊敬她，顺着她，但感觉她好像拎不清，开始越来越过分。千古难题又来了，这个千古难题我解决不了，这个千古难题啊，这是。他经常说一些阴阳怪气让我不舒服的话，比如说呢，就故意说谁谁谁家的老婆是北大高材生。我在学她婆婆说话，她婆婆应该不是这么说话，但是她跟别人学她婆婆说话肯定是我这样。她说一些阴阳怪气让我不舒服的话，比如说谁谁家的老婆是北大高材生，月薪大几万。他使劲夸别人的老婆特别特别好，他老说这种激化矛盾、破坏家庭关系的话。我那天实在忍不住就怼回去了，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不知道我这样对不对？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以后我该怎么办？求蛋总支招，万分感谢。我觉得你挺好呀，你办的不挺好的吗？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你说的挺好的呀，你保持这个烈度，保持这个浓度，保持这个气势，是吧？但是最推荐的是你们别住一起，不行吗？别住一起行不行？非得住一起吗？啊，他说这些，你就说这和我没有关系，你可不用那么激烈，说这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怎么还有1万多人呢？这不过12点了吗？今天是周一吗？大家的公司难道都要黄摊了？我终于改开刚那封信的致命的信的玩笑了。那封信应该已经过去1个多小时了吧？我终于缓过来了，可以开刚那封信的玩笑了。都要黄摊了，都是8000多人呢。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老朋友点这个下面呢可以加入那个粉丝团，欢迎各位，感谢各位。哎呦，这1万1，
真行啊！那我再播会儿吧。哎呀，我播到8000人，咱们就休息，怎么样？这也很奇怪啊，这也不能这么说。哎，我先念吧。哎，感谢各位关注啊。好的，我们这个咖啡液卖的非常好啊，一盒7条卖了800多件了。它是2种，一个是茉莉花茶口味，一个还是另一种茶，故意波士茶，其实就是喝起来它就是不酸不苦的那种茶咖。然后这个有一点那个茉莉花的那种淡淡的茶香味儿。然后送2瓶椰子水，送一个这个杯，你回去冲这个咖啡液用冰水用椰子水冲都可以，都可以啊。钣金嘛，钣金补货了。刚刚很多人问钣金补货了，还是有一点的。钣金和牛脆脆今天都有，胸口和肥瘦不多啊。感谢大家关注，希望那个我的老顾客们帮我销售一下。我接着念了。李诞，我有一个玩了8年的非常好的异性朋友，高中同学，毕业后不在一个城市。基本是微信联系不见面。今年年初他谈恋爱了，他们也是异地，也是异地。你这个也是用的就比较妙了。你俩异地跟他俩异地一样吗？也是异地。看来你这个心里吧，已经起变化了呀。他们也是异地。有一次呢，他介绍女朋友啊，有一次他和他女朋友介绍我，结果他们大吵了一架。那个女生不能接受我们经常联系，沟通无果。于是呢，我跟我这个朋友联系次数就减少了。后来因为过年买票回家的事，我又多联系了他几次。有的时候发消息他也不回，我很生气，觉得他不尊重人。为什么这种消息都不回？他说没办法，只能选择一个。就是这句话让我非常的生气。我跟那个女生又不是竞争的关系，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一气之下把她微信删掉了。过了一段时间呢，我又在别的 app 上联系她，微信加她，让她同意。他说呢，因为和女朋友说删除了我，如果再加我，女朋友会觉得是在欺骗他。他认为异地应该给女朋友安全感，并说不是没有把我当好朋友，但我发现他删除了我所有平台的联系方式，不管我怎么加，他都不同意。他现在已经全网删除我5个月了，不敢相信我们那么好的友谊会因为这种事情而消失。哈哈，你们的友谊早就消失了。全网拉黑的方式我接受不了，太荒谬了。不是你先拉黑的他吗？不是你先删了他微信吗？太荒谬了啊！我又没有总骚扰他。哎呀，你这个用词特别巧妙，我又没有总骚扰他，而且他和我都知道我们是单纯的友谊，最好的朋友。哎呀，啊，之前看完心理医生好了，现在又很难受。哎呀，对不起啊，姐妹儿，刚开你玩笑，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已经那个生病了，不好意思啊。啊，没事，我一会儿你说完，我好好跟你说，可能对你的病情更有帮助。我现在希望我们只保持微信好友关系，过年过节发个消息。我有一个想法，我大概知道他女朋友的 B 站账号，我想给他女朋友发私信，问他可不可以让我加回微信。我和我朋友说不了话，从他女朋友下手怎么样？你觉得我这个方法可以吗？我真的好崩溃。姐妹，不要搞啊！姐妹，不要搞啊！你如果真的觉得他是你的朋友，你就更不应该搞。姐妹，找点事儿干吧，啊！高中同学，好朋友，朋友很多，交点新朋友啊！咱们交点新朋友，这事儿就过去了。听我劝啊，听我劝啊，姐妹儿。首先，这个男孩是没毛病啊，我必须要说啊，
我不知道你个心理医生咋跟你说的，我就是作为一个小卖部老板，我说的话你也可以完全不听啊。我就是一个小卖部老板，我觉得这个男的呢没做错什么，你不应该惩罚他，是你先删掉的他。你先删掉他，然后他咋整啊？咋整？然后这个男的甚至在他删完他之后，就这个女孩已经把这个男孩删完之后，又在别的 APP 加他之后，这个男孩还跟他说了这么多话。咱们听一下这段话，我也希望你把这段话听进去啊，姐们儿。就你看看这个男孩，你这好朋友跟你说的是什么？他说，因为他和女朋友说删除了我，如果再加我，女朋友会觉得是在欺骗他。他认为异地应该给女朋友安全感，并说不是没有把我当好朋友，但是我发现他删除了我所有平台的联系方式，不管我怎么加，他都没有同意。姐妹，姐妹呀，不敢相信我们那么好的友谊会因为这种事情而消失。首先呢，友谊会因为各种事情而消失啊。我觉得你们可能在发生这些事之前，就这个因果啊，就这个因果不是说发生了这些事，这个友谊消失了，这个因果很有可能是你的友谊已经在消失的过程中才发生了这些事。我不分析你啊，咱不是刚那个特别爱分析心理的，我只给你建议，我不分析你，我没有指责你的意思，我也祝你那个早日康复，不用老看心理医生，我给你一点未来的那个小小的建议，赶紧交点新朋友，好好工作，找点事儿干，不是啥大事啊，不是啥大事。高中同学嘛，啊，交点新朋友啊，我也不分析你咋回事儿。你老纠缠这种事儿呢，你对你心情是不会有任何好的影响的，你就往前看吧啊，再多交点新朋友啊，多交点新朋友的事儿，别整了啊，别整了。阿蒙，你在哪儿啊？阿蒙，阿蒙，你来了吗？我看。哦，有，大家点开这个在线观众，这个就是刷过礼物的第一个这个哈尼牧场阿蒙，我们那个霍温贝尔的旅游的线路已经做出来了，就是我们当时去霍温贝尔玩的那个线路，阿蒙已经把它做出来了，大家可以私信联系阿蒙咨询怎么去霍温贝尔玩啊，就是给这个哈尼牧场阿蒙，阿蒙你把那个牛板筋给我们补点货呗，大家说牛板筋又卖光了，你看看能补点货吗？会有点贵啊，因为它机票就贵。那天我俩一聊，我们才反应过来，这个全国各地飞海拉尔都没有进的，这确实会有点贵啊，这个确实没辙。就我们说，哎，那哪儿飞海拉尔会便宜呢？说没有呀，哪儿离海拉尔都很远。飞海拉尔，大家可以联系他一下。东北的朋友可能会便宜一些，对。补货中，好了，长相思也来抽奖了，在所有下单了我们长相思的朋友里，我们再抽2瓶送啊，谢谢长相思的客户。然后你买2瓶长相思会送一套这个塑料的用野餐用的这个杯子和瓶子，这玻璃的不是不好往野餐带吗？好吧，我接着念啊。欢迎各位，感谢各位关注，新好朋友，新朋友关注一下，老朋友可以那个加个那个叫什么粉丝团啊。
哇，好长，咱们读个短点的。哇，都这么长，今天来信的都这么 emo 吗？哎，我来投个稿，前男友鼻梁变高了，变帅了，蛋总哭哭表情，发了个哭哭表情。哎，这还得从前男友和我在一起的时候说起。我因为有法令纹，所以想去填充掉，真拿我当姐妹了呀？聊这么细节吗？我一辈子没想过要给我聊这个法令纹填充掉的，这怎么那么自然呢？觉得我就一下就能听懂是咋的呢？虽然我能听懂啊，但是你为什么那么自然觉得我一下就能听懂？这闺蜜话题真行。不要忘了啊！不要被我的这个经常在这读信欺骗，我始终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中年男人啊！不要被欺骗了啊！唉，我因为有法令纹，所以想去填充掉。我的前男友很不支持，为此总是和我吵架，吵到崩溃，还因此把我扔在大街上。吵架的原因只因为我之前随口说了一句5年以后再解决法令纹的问题，他觉得我要提前嘟脸不守信。吵架僵持1周后，我因为气不过，所以自己一个人就去嘟掉了。回家以后，男朋友看到医美惊人的效果，很是心动，奶奶个腿的，他居然跑过来跟我说，能不能带他去嘟鼻梁？呀，医美爱情故事。他居然让我带他去嘟鼻梁啊！谁能懂我当时的无语？我生气是为什么他那么双标的对待我？分手之后，他的鼻梁是越来越高了。每次看到他的鼻梁，都会勾起我这段不开心的回忆。但不得不说，他现在完美的脸还会让我犯花痴，想复合。我现在对高鼻梁 PTSD 了，蛋总。我是不是应该去读佛学入门，让我快速冷静下来？佛学入门救不了你啊！别读了。你多找点我们这种，就是你没事就刷一刷，看看这种矮鼻梁，你把算法优化一下。小红书这个算法，你每天看着高鼻梁，那你咔点进去看，那不越来越推鼻梁越推越高吗？那不天天给你推高鼻梁了吗？你下次看着我们这种没鼻梁的，你就点开看看，还评论，你发喜欢，你发喜欢，你发喜欢，大数据就知道你喜欢了，以后就推着越来越塌，越来越塌 ，PTSD 就治好了。塌个1个月，你说这都啥呀？我要看高鼻梁就好了，就好了。哇，要发很多抽奖，朋友们，这咋回事？啥意思？这啥意思？我的同事突然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这个半夜要突然发几条抽奖，啥意思？你啥抽奖？我这正高鼻梁呢，你这是发现抽奖了的吗？等等看啊，他啥意思？他要连续发几个抽奖，让我注意看群。欢迎各位，感谢大家啊！这个抽奖已经发了一个，这个加赠的长相思的酒。每个品的抽加赠啊，有一些品的要抽加赠，都是什么品？我们来看看。哪个品啊？不是说每个品吧？都哪些品啊？他要发了，我们稍微还有3分钟也发券了，我这稍微的认真对待一下他的这个工作需求。我这同事也挺无语的，我同事以前都是带那种真的那种就是叫什么，这直播电商就这种公司的，然后来我们小卖部工作以后特别没有存在感，说你这天天干啥呢？这个人，这个秃子天天也不奖品的，也不卖货呀，机制给你准备好，你倒是讲呀。好，发了，他现在开始发力了，我的同事啊，这个肠，所有买了追肉季的我们这个肠的朋友呢，抽5个加赠，
就是在所有买肠的朋友给抽5个加赠啊。这个肠呢就是独立包装的嘛，这个跟我之前卖过那个很火的那个肠的味道，我觉得不相上下，这也很好吃。它给了90%的猪肉和鸡肉，就含肉量是很大的肉肠，很好吃，很好吃。还有啥？你一次说完，我接着读信了，还有2分钟发券，你把这个抽奖的都告诉我，我就接着读信了。这个肠热着好吃啊，一定要热一下。微波炉1分钟就行了，你给它解冻完，微波炉1分钟就能吃。其实也能直接吃，但是它热一下更好吃。确实直接吃也可以，但是要热一下更好吃，热一下，推荐要热一下。建议是热，建议是热着吃。我的妈呀！好，这个我们的话术汁是这么抽奖哈，我们的话术汁是。我们再抽15箱，在所有买了话术汁的朋友里抽15箱，抽3次，每次抽5箱，抽奖加赠啊，15箱。情感无能这本书再加赠3本，反正你有个这本书呢，你肯定也不需要2本书，你可以送给你觉得身边有点情感无能，老碰着这个不好的，老碰着情感无能的人的朋友，你就把这个书送给他也可以。就今天所有买了情感无能这本书的朋友加赠啊，每次3本。然后我们的这个椰冻干是加赠5包啊，所有买了这个的加赠5包。长相思的酒加赠2瓶，反正这些东西你都买了，应该是概率还可以吧。这个呢是买过的朋友加赠2瓶，咖啡液呢再加赠5盒，它另一个大红袍的咖啡液，就是买了这个咖啡液的。这咖啡液是一盒是7条。啊，发券了，干脆说完吧。茉莉花的茶香味，一盒7条，还有一盒是那个另一种茶的味道啊，路易波士茶，另一种茶的味道。这个咖啡呢，就是没那么苦，没那么酸，不喜欢苦，不喜欢酸的可以买这个咖啡。送个杯子，还有2瓶椰子水，椰子水我没在手边。好吧，这是所有抽奖，一会儿的抽奖，大家这个熬夜的朋友看听故事还可以是吧？抽奖，万一呢是吧？买过的朋友就自动抽了，你只要是买过我刚提到的这些东西就自动抽了。一波抽奖，券确实有限啊，感谢理解啊，抱歉，我能力有限。我们下个月我确实这个我们同事也很优秀，去跟小红书也是争取过，说下个月会多一些。感谢啊，感谢你们的理解，谢谢。感谢各位理解，感谢各位关注啊！关注一下那个老朋友能加粉丝团的，好像是什么条件我也忘了，反正就是点一下，如果能加就直接就进去了。我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加入，但是好像说那个你要是能加就点一下就能进去。但是加入粉丝团以后会很丢人啊！你看他们这名字后面就3个字粉丝团，挺羞耻的，我觉得蛮羞耻的。蛋总祝您财运亨通，多福多寿，一生平安。这过年了吗？这怎么上来先拜年呢？啊，我遇到个非常大的婚姻的困惑，期待您和小卖部朋友们的解答。羞耻什么？开玩笑啊！感谢你们的帮助。我也发现了，我们小卖部卖货全靠这个粉丝团的老朋友们在帮我卖，是吧？销售工作就拜托你们了，我就尽量让你们开心一点。好，已经有朋友开始中奖了，我就不一个一个说了，反正大家都能看到，就直接中奖，它就弹出来了。反正你们就刚刚说的那些机制，我就接着读信了。这个比较着急，他遇到非常大的婚姻的困惑了。也不知道为啥问我，觉得我能有办法。期待您和小卖部朋友们的解答，你们加油啊！我可能够呛了。我家庭条件中等，男朋友家庭条件特别好，估摸着有几个亿吧。我跟他在一起1年，见过家长，比较稳定。
也是按照结婚的步骤在推进，目前已经定居了啊，已经同居了，定居了，定居，目前已经同居了。问题来了，他不工作啊，他不工作，每天都在家里，没有社交，他就一个朋友，还不怎么见面。跟他在一起，我老感觉自己是他的奴隶，就是家里什么事都我做，他就使唤我。我已经提出过好几次异议了，我说共同家庭责任一定要一起分担，但他就说自己太懒。他从小就是有保姆、司机、厨师的，所以我想他习惯了这种生活。那他这个保姆、司机、厨师能不能带进这个生活呢？你们同居这3个人不能一起带进来吗？大家一起住，5个人热热闹闹的不好吗？其次，他妈妈把控经济大权看钱看得很紧啊。钣金已经补了啊，刚刚说钣金没货的朋友，我们这个钣金有货了啊，钣金补货了啊，钣金补货了。不接了吧？刚还接吗？不接了吧？还接得动吗？他妈妈看钱看得很紧，他又没有工作，他瞒着他妈妈，他妈妈以为他每个月还有8、9千的固定工资，这8、9千不会是你交的吧？所以家里的开支一直也是靠我那5、6千的工资死支撑，我觉得很累，就是心里没底。我咋听着像诈骗呢？我俩有时候3观也有些不同，比如他对朋友的看法很消极，对宠物的看法也消极，对旅游更消极。这男孩生命力被干废了，那听着就没有生命力。这些都是跟我之前的生活天差地别。除此之外，他好的地方在不抽烟不喝酒，有良好的生活习惯，爱干净爱运动，忠诚专一，为人很纯粹。想听听蛋总和小卖部朋友们的意见，我该继续处还是跟他分手？谢谢大家。首先你要确定一下你有没有被骗啊。家长再抠，就这个母亲再抠，他还富2代，家里估摸几个亿。哎，我就这么说吧，一个有钱的人啊，就他妈不是有钱的人吗？一个有钱的人，你们家过的是5、6千的日子，还是1、2万的日子，他是能看出来的。现在呢，你这个男朋友假装有一个8、9千的工资，然后呢，其实是靠你那5、6千的工资死支撑。你觉得他妈看不出来？看得出来的，生活水平他看得出来的哈。那他看得出来，他为什么不戳穿他儿子？为什么不给他儿子钱呢？我觉得有点悬啊，有点吓人啊。咱也不是说未必说非说诈骗，但是这个家里有几个亿的人吧，也有可能外面还欠10几个亿，这是也有可能的，对吧？咱不是说非说人家是诈骗，没这意思，但是这钱反正不是你的，也不是都不是说不是你的，就都不是你男朋友的，都不是你那个未婚夫的。完了，你在家挣着钱，每个月花你挣的5、6千的工资，完了你在家里呢，他还老使唤你，他从小习惯的保姆、司机、厨师都不来。我觉得你得查查。一般来说，如果从小用习惯了的保姆、司机、厨师，会跟着的哈。
恭喜啊，这3位朋友中奖。我往各种角度想吧，就是可能性很多啊。一种是他家有负债或者怎么样，还有就是他妈妈可能就看穿了，但是他也不希望你们在一起。他妈妈其实就在等着你分，他妈妈可能就是故意不给他钱，然后就等着你受不了，等着你撤，也有可能，也有可能，都有可能，好多可能。但是你别管有多少种可能，你赶紧跑吧，你干啥呢？那么爱干活呢？很多可能性，但是你不会以为在考验你吧？是吧？你不会以为说，我只要坚持一段时间，通过了这个考试，后面我就荣华富贵。我觉得现实生活不会发生这种事儿啊，我觉得。按理说啊，就这天天跟着他给他干活，保姆都不值5、6千，你还咱别说那么绝对吧，保姆、厨师加一块肯定不值5、6千吧，俩人工资不值5、6千吧？你可倒好，你还倒贴5、6千，嘿，快跑！我有点难理解，超出我的，可能我的认知范围就这样。刚刚说的就是我的认知范围，也许吧，真有这种神经病要考核你，那我真不知道，那超出我的认知范围。您好，蛋总，最近有个困惑，发现喜欢上了认识12年的最好的异性朋友。哎呦我天，刚那个是几年？刚那个是8年啊，这12年，我的妈，你们都太长情了呀！12年的异性朋友。之前也在心里反反复复问自己，想确认这到底是怎样的感情，是最好的朋友，还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感情？就爱情呗，还是啥呀？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总是对感情闭口不谈，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该怎样表达，更顾虑的很多，我害怕失去，非常在乎。我没谈过恋爱，直到现在，我确定并不只是朋友间的感情，我想跟他在一起。最近我们俩出去玩，喝酒后气氛很暧昧，也有过肢体接触，有很好的机会说出口，但实在不知道怎么开口。哎，看你这么忧伤，我本来想唱个歌了，现在不好意思唱。我也不完全确定他的心思，直到最后也没开口。现在特别痛恨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感觉错失了个很好的机会。但想了想，我还是想表达出来，不然会遗憾终生。想问蛋总，我可以直接打直球吗？或者通过别的什么方法？感谢蛋总，祝你发财。好的，谢谢。请他去 KTV， 请他去 KTV 点一首，就是我刚想唱那首歌，知道是啥吧？就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唱一首歌，看着他唱，唱完看看怎么个事儿。我估计这个，哎，你先表白吧，你不表白也会憋着难受，表白吧。没事啊，有12年的感情呢，扛得住一次表白啊。表白，有12年的感情呢，扛得住啊。这男孩说，哎呀，好像不太行，没事，哈哈一笑，让他赶紧给你介绍男朋友。应该扛得住啊！我主要是，哎，这个也没啥应该不应该啊。你问我呢，但是这个姑娘已经是吧？我还是想表达出来，不然会遗憾终生。那就表达出来吧，那就表达出来，好吧？表达出来，没问题的。12年的感情肯定扛得住啊，扛得住。表达出来，没问题。
不要对结局有任何期待，就是表达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不然你憋得难受。表达出来，如果不行，缓一缓，说兄弟，那你给我介绍个男朋友吧，就完事儿了，没那么吓人，没那么吓人。恭喜啊，又开始抽奖了啊！恭喜恭喜！蛋总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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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19。行，来我看看这青春是怎么回事？来看看这青春啊，好久没读这么青春的了。我刚高中毕业，哎呀，写这么长后面还哎。毕业旅行的时候玩剧本杀碰到一个男生啊，在剧情里我们是 CP，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我们是 CP。他坐我边上，看完第一眼就爱上了，哈哈，青春，哎呀，来劲！第一眼就爱上了，还得是年轻人啊，年轻人。不行，你们要没电，我给你们充个电，别害怕啊，可能会哆嗦一下。你看这刚那些这纠结这纠结那纠结，你看人家19岁第一眼就爱上了，是之前完全没有的感觉。他是广东人，讲粤语的时候老帅了，玩的时候也超级愉快。他还教我玩 Uno， 哎呀，这 Uno 多少年没见过这玩意儿。后来聊天才知道他25了，有点心碎，嫌年龄大，19岁嫌25岁年龄大。哦，他还解释有点心碎，不是年龄，而是阅历差的有点大。当时我没好意思加他，以为过几天就会忘记他，但是我梦到他2、3回，哎，太美好了，念着我都高兴。最让我没办法忽略的就是，在我去玩剧本杀的前一天，梦到了我和一个广州人偶遇，然后谈恋爱的故事，给我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青春呀，青春呐、所以过了10几天，实在忍不住，我就找到当时那个群，以我不认识 Uno 的几个牌为由加了他。哎呀，青春无敌啊！我不认识 Uno 的几个牌，加了他。然后我们就聊到了彼此的专业，他是做 IT 的，我是电子信息。他一直在给我传授一些大学的经验，因为我当时选专业差点选电器，他还跟我打趣，喊我是叉工啊，就是有一些什么什么工，理工、王工啊，喊我是叉工。聊了好久以他去洗澡结束聊天了。我感觉他真把我当小孩了，咋办呢？我真挺喜欢他。然后因为我们聊到了编程，我还去找课速通了 C 语言，太健康了。你这恋情太健康了，还没开始就这么太好了。哎呦，聊到编程，我就去找课速通了 C 语言，行了，已经不吃亏了啊。我发个朋友圈，可是加上这么久，我一条朋友圈他都没来点赞，他朋友圈也啥都不发，会不会是他根本不看朋友圈？我感觉这概率也太小了，咋办呢？我感觉被成年人降维打击了，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建议呢？放弃还是坚持啊？还有啊，我补充一点，他虽然是敲代码的，但是他头发很多。25岁头发都多啊！你等30岁再看看，25岁的时候头发都多。
啥工作头发都多？25岁，姐妹，不要在互联网上认识世界啊！什么他虽然敲代码，但是头发很多。而且我不是为了谈恋爱而喜欢他，毕业到现在也有男生给我表白，但是我就是喜欢他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为了说特别想谈一个恋爱才喜欢他，他就是看上这个男的了。我毕业到现在，注意哦，他这个毕业是高中毕业哦。毕业到现在也有男生给我表白，但是我就是喜欢他。他射手，我双子，烽火绝配，所以我不是恋爱脑。你当然不是恋爱脑了，你都烽火绝配了，你还恋爱脑？给我提上离婚依据了，说烽火绝配，我不是恋爱脑。哎呀，又有人中奖了啊！恭喜恭喜！然后我们牛板金加了啊，补货了，可以买牛板金了，已经有了哈。太可爱了，这姑娘。哎，就一个建议，注意安全，然后谈吧，追吧，直接追就行了。他不喊你插工吗？假设你姓王吧，这话怎么有点不好听？假设你姓李，他姓王吧，啊，然后他管你叫李工，你下次你就王工，王工啊王工，我最近在学 C 语言，王工，能不能教教我？王工，我最近又想玩剧本杀了，能不能带带我？王工啊，这个Uno也没人跟我玩，你能不能跟我玩啊？王工啊，我在大学遇到点事儿啊，这个大学这个什么这个学生会我是进不进的？社团应该加还是不加？你没事你就给他发微信啊，然后注意安全就行了。老公不行，这老公是什么玩意儿？教坏小朋友啊，太快了，不行啊，这干什么？不行、啊，老公。万一姓老呢？这么万一吗？我看是万里挑一啊，很美好啊，姐妹儿。什么？我感觉他真把我当小孩了。多聊聊天呗。你觉得你的成熟，你的魅力，你的性格，你需要他多了解嘛？你先别这么想，他是不是把你当小孩了？你先接触接触呗，能怎么着呢？在一起玩玩剧本杀呗，先去玩玩剧本杀呀，再去玩玩Uno啊，跟他学学 C 语言呢，接触一段时间，可能彼此就心里都有答案了，是吧？再接触接触就好。太可爱了，注意安全啊！再跟你强调一遍，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就行了。你都烽火绝配了，你还不冲，姐妹儿？你们我觉得剧本杀这种活动挺好啊，姐妹儿，你们多去剧本杀，剧本杀还没有2个人剧本杀的吧？反正剧本杀都一般人也挺多的，也反正都公共场所，看看电影，玩玩Uno，玩玩剧本杀，隔空学学 C 语言，一起泡图书馆，先这么着相处一段时间啊，先健康，先安全啊，先整点这种特别健康的活动，都是学习，你说一天，哎，是吧？慢慢就彼此了解了。注意什么安全？就是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别太单独接触啊。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单独接触也在公共场所单独接触，好吧？
接触一段时间，你也成年人了是吧？那就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就管不了，反正注意安全。开始的时候，感觉是特别美好。希望结局也美好吧。希望你受的伤不要太重。希望分手那天收到你的信不是太多哭。欢迎各位，咋还这么多人呢？怎么还有1.1万人呢？好头晕呐！1点了，朋友们，明天不上班吗？啊？这咖啡为什么卖了快1000件了？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牛脆脆为什么卖了快3000件了？这个钣金为什么卖了1000件了？感谢各位啊，感谢，有点那个炫耀了啊，谢谢，感谢你们。哎，咖啡确实挺好喝的，牛脆脆我吃了8桶了，对，这是无限回购，真的无限回购。大家咨询去霍根贝尔旅游，就是刚刷礼物的这个哈尼牧场的阿蒙，咨询他就行。然后钣金也补货了，感谢各位啊，全凭你们支持。我都没咋讲，我其实今天这挂的，大家要是从头看的，是不是发现好多根本都没讲，来回就讲了几个，好几个我都没提，也挺不好意思。哎，就这样吧，接着念。好多都没讲。但总听了好多别人的故事，感觉我其实也平平无奇，但是对我自己来说，这是个很大的坎儿。我今年30岁了，24岁就工作了，收入也足够养活自己，学历嘛、长相嘛也都还行。最重要的是，我这个人总是在不断进步，不会沾沾自喜，坚强勇敢啊！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好，我是不是太自恋了？没有啊，给别人写信就有这样的好处。推荐大家给我投稿啊！为什么推荐大家给我投稿，或者给你朋友写信也好？给别人写信就有这样的好处，不用等到我给你回信，自己就能给自己梳理清楚。回到正题，我前任大我3岁，谈了一个5年多的女朋友，工作后遇见我就分手了，开始追我。我当时觉得他可真绝情啊，房子也买了，工作也有了，他俩也不是异地，说分就分了。他说那个女生的自私情绪不稳定，骂他家人。我当时很小，没有经验，就觉得心疼他。后来我俩在一起3、4年，发现他真的是没担当，遇到问题就甩锅，干点屁事就邀功。我俩结婚的事也是一拖再拖，他总找各种借口搪塞我，还让我在他父母面前扮演听话，讨他父母欢心。工作不上进，遇到领导骂领导，遇到同事说同事。总之，这个人给我一种两面派的感觉，在外人面前表演爱我，遇到问题就指责我，吵架不低头，整个是我一度抑郁崩溃。我就气不过呀，我也不差呀，我家庭条件是不如他吧，但是他家也欠了很多外债呀，我也没有配不上他，他怎么能这样对我？后来我发现这个婚结不了，我情绪起伏很大，充满敌意，状态特别不好，我就分手了。他骂我自私，他就喜欢骂人自私是吧？他还说我家人自私，我不明白，我为了这段感情我扒了一层皮。我还心疼他，不想让他多花钱，关心他父母，照顾到朋友。他带我出去都给足他面子，并且在工作上我也很大让步。哎，写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就是他配不上我，是我看不上他，他工作能力差，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让我觉得嫁给他真的没有安全感，只是像被拘禁起来的布娃娃，提线木偶。但是我是有思想的人，分手后我发现他居然找了一个又年轻又漂亮的女孩子。好了，终于读到正点了。我说你咋这么气愤呢？刚看到的时候很嫉妒，觉得他啥也不是，居然还能找到看起来这么好的女生，真是见了鬼了。而我兜兜转转一直单身，
被伤了之后，感觉对男人充满警惕，相亲里面确实也没几个合得来的，感觉自己特焦虑又很无助，我怎么才能找到合适的男生？先把这个男的忘了啊！你看看你这封信写的，你给我写这么长的信，最后就这么一句话说我怎么才能找到合适的男生？但你整个就是忘不掉他，还在气，还是不甘心，还是觉得哎，怎么他这么烂的人还是能找到好的女朋友？跟你没关系啊，姐们儿，分手就分手了，解散了就解散了。你这个东西你不放过他呢，你就是一直难受。你赶紧把他放过了，不要再想了，你才能好好的往前哈。生不生气？搁谁生气？生气1天行，生气2天行，第3天不生气了，第7天想起来又有点气，正常。超过1个月就是你的不对了。还有1分钟发券啊！咱们还有券吗？把所有券都发了吧，然后我再读几封信，今天也差不多了，这够晚的了。虽然还有1.1万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确实也够晚的了。大家把所有券给大家都发一下。感谢各位啊，真是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哎呀，我腰是不是该疼了？咋不疼呢？哎，醒醒，上班了，快疼快！哎，咋还不疼？人也太多了，我没有下播，我说1点的时候把这个券给大家发一下，然后就稍微的把今天的品过一下，我就再读几封信，再跟大家玩会儿。我还好，没有特别累，还好。我坚持不住，我会撤的，我又不傻，我还好。哎，难道健身真的有效？哎，我为什么不累呢？哇，难道健身真的有效啊？哎，我怎么不累呢？好吧，欢迎各位，感谢大家。今天呢，依然，上次就说了那个我们跟阿蒙，我们一起尝试开发的这个，我这有点那个吹了，我其实没参与太大，我就是参与了视频，给了点建议，还是人家开发的啊。反反复复调味的这个板筋，今天也补货了，很厚的板筋，吃起来很过瘾。塞不塞牙呢？肯定塞，但是还好，没有那么塞，真的很过瘾啊。完吃的时候准备好牙签牙线吧，就是好吃，很过瘾。我刚吃了好几个也没塞啊，它肯定会塞的。你一直吃肯定会塞。我看我吃了几个，我这吃了5袋我也没塞。啊，这是很好吃啊，这个板筋补货了。然后呢，明星产品牛脆脆，今天又卖了快3000罐啊。新来的朋友可以买一单吧。刚刚有朋友已经说吃了8罐了，这个很正常。这个吃过是回不去的，就是好吃。大片的牛肉切成薄片，风干烤干，吃吃。推荐大家买那个，这谁又刷礼物？于思淼吗？是，谢谢啊，不用刷礼物，谢谢，不用刷礼物，你就随便买点东西就行，买点牛脆脆。推荐大家直接买3罐，3罐呢3个口味，你回去不会后悔的，就是好吃，小朋友都很爱吃。哎。于思淼是不是我教练啊？哎，我教练来了，我看一眼。哎呀，我克星啊！于思淼是我克星，哎呀，太吓人了！就他今天给我揪皮来着，揪我皮来着，
他把我皮揪起来，揪的我这就是他。对，我说这个名字这么耳熟呢，于思邈，对，这不教练吗？这不是？他把我的皮揪起来，他说我的皮不运动，我的皮跟肌肉粘连了，揪起来。好，我们今天卖的比较好的是这个咖啡液，这个一盒是7条。咖啡液它是茉莉花茶和巴西的那个豆，不酸不苦的，不酸不苦的。大家回去又感觉不用送礼物啊，谢谢大家，没必要送礼物，就是随便买点啥就行，谢谢啊。有时候我让阿蒙刷点礼物是为了让你们看见他。这个咖啡液呢，是一个是茉莉花茶味的和一个这个路易波士茶的，然后呢送2个椰子水，送1个杯子，这个都是今天卖的比较好的。老明星嘛，就是奶片我吃了，样品也给吃了。阿蒙，你可以给我寄点奶片了，奶片吃光了。然后这个肠，追肉记的这个肠，独立包装的黑椒肠很好吃，芝士的也不错。哎，番茄就不提了，这个一直都卖的很好。还有啥？差不多吧，就是牛脆脆吧，然后我再读信。然后我现在我的同事会把今天卖的比较好的东西给大家谈一谈，你们就随意啊，大家随意按需购买，也不用家里囤那么多牛脆脆是吧？你吃好再来，这个牛脆脆复购率现在非常高，你吃了呢，很多朋友都会回来的。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我就再接着跟你们玩会儿，读会儿信，逗逗乐，我还挺高兴。这个牛脆脆2600件，这么干机器还得坏。感谢蛋总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快乐，也真的帮大家分析。我感觉我这个发出来也很炸裂，让大家笑笑吧，我可能会更清醒。我和男朋友在一起2年了，本来要结婚了，但是中途他遇到了困难，要和我借钱，借15万。我让他打借条，他一下就怒了。他说我不信任他，不爱他，才会让他打借条。在我眼里，他连15万也不值。然后一气之下和我分手了。行，自证了是吧？自证了。分手1个月以后呢，他和我说我连15万都不愿意借给他，有别的女的愿意借给他50万，恭喜。他说我不配和他在一起，对我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压贬低。后来在我的挽留下，我们复合了。复合以后呢，他不再提借钱的事儿。哎，我天哪！但是他对我还是特别不好，说我不给他钱又不听话，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现在已经分手了，但是在分手期间，有时也会难过，会陷入自责。但你说，借15万让他打借条这件事情，是我做错了吗？为什么这么爱反思自己啊？都已经离谱成这样了，还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呢？这是为什么呢？你能有啥错呀？你这男朋友超过5块钱都得打借条啊，忒吓人了。这还自责上了，哎，
不要那么爱反省，不要那么爱反省。反省有时候就是没什么帮助的，有时候是没什么帮助的。就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没有原因的，你是不是老觉得反省就能想出一个原因来？这世界上，首先我可能跳开这个信多说两句。首先，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事情都有原因的。其次，这个世界上不是说发生了一件坏事就一定是有人做错了的。我不是说他这个信里显然这个男的做错了。这很多人说，哎，发生了一件坏事，比如说很多朋友说分手了。首先分手，很多朋友就拿分手当坏事看，是吧？好，第一，我觉得这个判断就有问题。分手了，他觉得发生了一件坏事，好吧，我来反省一下，看看错在谁。首先，你发生的不一定是坏事，其次，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坏事，也不一定就是有一个人做错了，有的时候就是坏事就是会发生的。别那么爱反省了，当然你这个就更离谱了，明明都能看得出来谁错了，还在那反省，离谱，离谱啊！这个厂买了有赠品吗？好像没有啊。哎，这个厂买了有赠品吗？我的同事们，我不知道啊，好像没有啊。独立包装的这样的厂，哦，有买3盒加赠10根，有赠品啊，有赠品，就在那写着呢。买3盒加赠10根啊！我别奖品了，我奖不了品。太业余了，我的天！咱们再读一个长的，看看你们累不累啊？我可没说是我累啊，我看看你们累不累啊？我喝口水了。我教练还在吗？我看看。我教练还在啊。我教练 PUA 之王，我教练太狠了。教练，我往那一躺，跟你们一样 PUA 我，你们一样就不让我下播那个，跟他也是一样。我在那倒蹬那个一推，哎，推一蹬，我就感觉已经拼尽全力蹬起来。他说：“安总，这你居然能蹬动啊？能蹬动一个就能蹬动一组。”好，我就蹬了一组，能蹬动一组就还能夹片，咔又夹片，哇，太狠了，跟你们是一样的吗？能播到1点就能播到2点吗？这不一样吗？大爷你好，听了那么多姐妹的小故事，我也讲一个我自己的，不知不觉写了挺长，感谢大家的倾听，好有礼貌啊。在25岁之前，我几乎没有什么恋爱经历。高中毕业那会儿，通过朋友认识同校男生，对他有些好感，一颗小小的恋爱脑就此埋下了种子。这文笔也越来越好了，我发现你们。后来同学聚会遇到过几次，游戏里拉他打过5牌，但没有更多交集。大学毕业后，听说他也回老家了，心中便一直惦念。直到有一天，一个许久没联系的男同学突然约我出来吃饭，我感觉他对我是有点好感的，虽然也有一些对不起这位大兄弟，但是饭后我一直有一个很强烈的念头，既然可以和其他人出来吃饭，为什么我不约自己喜欢的人出来呢？行，这顿饭吃的挺有价值，收获了启迪。于是我找到了一个一定会支持我的朋友，请求他的鼓励。当天晚上10点多，我发出了那句掷地有声的在吗？
其实之前也经常问他在吗，喊他打游戏，但是后来他说，只有那天他收到在吗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他不会是喜欢我吧？哎呦，我成功的约到了那个男生来看电影、吃饭，后面连着约他出来3天，我们一起散步、遛狗。3天后，我轻松的拿下了这个小子，他主动的迈出了最后一步，我们在一起了。而今我们已经结婚，他对我很好，也很爱我，这对我而言就是幸福。虽然不是很推荐大家结婚，为啥？虽然不是很推荐大家结婚，我们的感情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但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和这个人共同面对。在约他之前，我一直对恋爱有很多顾虑，因为没什么恋爱经历，我总是给自己筑起围墙，觉得接受另一个人是那么的难，会幻想无数不好的结果。但真的迈出这一步的时候，这些顾虑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与他在一起的快乐和一同走下去的勇气。所以听到之前一些姐妹的留言，我深有同感，也想通过自己的故事鼓励姐妹们。我也渐渐的只喜欢不喜欢自己的人，但那又怎么样呢？我就要去追求我心里喜欢的，只要迈出了这一步，那些顾虑就烟消云散啊。哦，他又说了，我这个念重了，他是两封信叠在一起了。他说我就要去追求我心里喜欢的，只要迈出这一步，就有可能收获意外惊喜，即使结局不尽如人意，也不会遗憾。非常好，这样的信读一读，心情也很好。恭喜啊！恭喜恭喜！你看对吧？也是有很好的、很幸福的，大家要勇敢冲，会碰到的啊！接，对，这个可以接一接，接这个确实可以接了。突然不习惯了，就爱听别人倒霉的，怎么还不习惯了？那咱们读一读会让你们习惯的。这有老长的，我都不敢开始。好长。哎，来一个吧，看看能怎么样。但我今年26岁，近半年高强度的工作实在太累了，为了提升学历还要抽空学习，好辛苦。最近离职了，在家放松了半个月，期间在网上认识了个男生，可以说是我近2年空窗期以来最得我心意的一位。之前因为行业的缘故，总会莫名其妙被一些中年甲方盯上，很离谱。这个男生跟我年纪相当，人也很上进，也很尊重女性。他起初跟我聊得很好，也常通话，晚上有时间也会一起吃个饭、散散步。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可能给他聊高兴了，他兴致很高，说今天一块看个日出吧。这兴致有点太高了，这跟那个夜爬那个晚上爬9个小时山那个节目可以啊，真行啊！晚上散步说要看个日出，我也同意了。俩人就傻傻的看完了日出才回家。前几次我们散的时候，回家路上他还跟我打电话呢。但是最近不太一样了，在我说该回家的时候，他总是说我们再去哪待会儿吧。我觉得就是想跟我待会儿，但是我真太困了，实在太晚了。他也是明明已经累得不行了，几乎最近每次见面都是这样，但是一分开就杳无音讯。直到我问他在干嘛，他才回复一下，然后突然晚上又会给你打电话。他是一位艺考老师，暑期集训需要上完夜自修才下班啊，就是下班比较晚。然后非常激昂，约我出门吃饭散步。我真的不太懂啊，为什么见面这么热情？但是平时我们几乎不打字聊天，而且我甚至觉得我不给他发消息，他都不会主动发给我。前天晚上我们半夜上高速去了隔壁城市吃宵夜，吃完回家第二天5点了，他都送到了我家楼下了。还说咱一块儿去另一个景区逛逛。
我婉拒了，我劝他早点回家休息吧，然后又没有然后了。这2天又没有任何联系，我实在是不能理解，这是到底是为啥呀？他手机没有键盘吗？我最近一直琢磨这个事儿，我书都念不进去了，我很难受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怎么处理，我摸不透我这个人。我有时候烦起来，我都不想跟他再说话了，但是又觉得好可惜啊，真的是近2年唯一遇到的心动男嘉宾。体力怪，真的那个夜爬9小时那个姐们儿可以能相互克制一下。已婚，肯定已婚，这么肯定吗？不一定吧，肯定已婚不一定吧。已婚早上看完日出回家咋解释呢？说我今天出去跟几个同事特别高兴，我们决定一起看个日出。已婚不太对吧？哎呀，姐妹儿，你真的很心动吗？真的是近2年唯一遇到的心动男嘉宾，但你俩为啥不确认关系呢？你俩这还当哥们儿处呢？这是？你要是真的很心动，是不是你俩就把这个恋爱关系确定一下，是不是会好一些啊？哦，哎，那个姐妹儿，你可以不听我的啊，你可以看看这个下面的这些其他人刷的这个弹幕哈。我觉得呢，哦，这姐们儿在线回复我了，她给我那个我们那个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直接发了一个，因为也才认识了半个月，半个月看了一回日出啊，第2天去吃宵夜呀。这活动强度是有点大啊！这半个月，这半个月，这运动上了，是要参加啥比赛吗？这是？这半个月强度太大了啊！如果是也才认识半个月呢，可以冷静一下。你在听的话，哎，他还在发。他说他这种情况，我想提，我都不知道该咋说，他觉得太离奇了。那我觉得冷静一下就好，你别理他了，等他来找你吧，好吧？别回他了，也别主动联系他了，你等他来找你吧。半夜打电话就不要接了。你说你累了，晚上打电话就不接了，白天能聊天就好好聊天，然后冷静个半个月，冷静一段时间，感受一下，看看他是要怎么个事儿，什么意思。是吧？冷一段时间，白天看看，吃个饭啥的，看个电影，这不能有点阳间的活动吗？成天看日出是啥意思呀？半夜上高速去隔壁吃宵夜，这啥意思呀？
咱不能在自己的城市下午的时候好好喝个下午茶，看个电影啥的吗？好吧，我们这个也一直有，你那个姐妹也在线啊，他就在线，你也能看到下面的人刷的，你自己看看吧，感受一下啊。刚半个月是吧？先冷静冷静，期待你的后续，先冷静冷静。好呗，这个咖啡业真的1000件了。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没想到，确实很好喝。我还是第一次喝这种加个这种茶香的这个咖啡液，就可能就适合我这种对咖啡有点不太行的人。我喝咖啡不能喝太多，我要是空腹喝咖啡我就喝咖啡，我要是空腹喝咖啡我就 popping。我也喝，但是我就喝这种就是比较温柔的，不苦不酸的，然后还有点清淡的茶味的，对我确实有点适合。送的杯子长这样。哎呀呀呀呀呀！把花枝瓶子碰到。好吧，今天要不就这样吧，有点晚了吧，朋友们。怎么还有9000多人呢？我刚是不是说咱们9300人就可以下播了？我刚是不是这么说的？我刚是不是说到9300人咱们就下播了？把教练看着多闹心呐！这白天刚给我把腰调好，晚上又搁这一坐，天天白天做康复训练。我说教练，一看你这对康复结果也不，哎，也不珍惜呀。那要不今天早点结束，争取明天还播行不行？结果明天要是没播的话，我不得被你们骂死？我争取明天还播啊，我80%的情况会播哈。好吧，我再念一封，确实有点晚了，朋友们，再念一封啊。再念一封，确实有点晚了，你们明天还得上班呢啊！再念一封啊。我争取明天啊，我努力啊，我努力。同事也崩溃了，估计。啥呀？哇，能不能最后读一个开心一点的？我看看啊。有没有开心一点？刚有几个特别让人开心的是吧？刚一个主动追求然后婚姻幸福的，还有一个19岁打算开始恋爱的，还有一个前男友把鼻梁给电了的，都挺好。要伤心的，不要开心的，要伤心的。我爸，你们怎么了？看看吧，看看这个伤不伤心？这反正是贼长。李诞老师好，这一看就客气，不用叫老师啊。你就像他们一样，蛋那个发一串蛋带感叹号那种，感觉特别亲切，感觉事儿特别着急那种。
哎，最近一段时间总在小红书上看你读信，也开始听你的播客，感觉很多启发。最近我遇到了一些问题，想问问你们的意见。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6个月，我们是同龄人。前几天他生日，他中午叫了几个他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朋友，还有我一起吃饭，吃完饭又玩桌游。这一桌只有我不是熟人。我是一个对待事情很认真的人，有一些完美主义。当我看到他的朋友没有给他准备生日礼物，对待我的态度也很随便，我其实很生气。但是我碍于他的面子，还是在他朋友面前装得很开心。可能一直以来面对这种场景我也装惯了，但是后来只有我们俩的时候我就发脾气了。我跟他说了我的感受，我不喜欢这种随意的态度。可能是表达方式不太好吧，他觉得我态度太恶劣了。他说他的生日画上了不太完美的句号。后来生日画句号是不是有点晦气啊？后来我们也说开了，都没有再纠结。他晚上要回家吃饭，我跟他说我觉得父母和伴侣才是最重要的，让他晚上回家跟等了他很久的爸爸妈妈道个歉。我好像一直在为人处事方面给他建议。第二天我们又见面了，我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又发脾气了。我的这种表现挺异常的，不只跟他有关吧。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把他逼急了。那天晚上我们通电话，他表现出了和平常的他完全不一样的成熟。我一直以为他不能懂我，但是我很诧异。他描述出来的我现阶段面临的困境和痛苦都很准确。我一直以为他很透明，但其实真正透明的那个人是我。然后那天过了，我以为那通电话都说好了，但是好像只是我被看透了，他还是有很多烦闷。然后他自己去喝了点酒，喝完酒之后他就变了。他说他回忆起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不开心，他说他不想再压抑自己，一直顺着我了。我今天回看我们的聊天记录，这6个月以来一直是他在开启聊天，他在问我在干嘛呀，要去干什么事情，也几乎都跟我说一声。吵个架也几乎都是他先低头。我今天没有主动找他，他除了早上跟我说去吃早饭了，一天也没有找我。我晚上问他吃饭没啊，我给他买的生日礼物好不好用啊，但是他都没有及时回我，还质问我那么着急干啥呀。我其实很想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我是不是要尊重他的改变？我很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的改变，是不是没有那么喜欢了？我也想知道是不是应该割舍掉这段感情。我害怕越久越难割舍，或者还有什么更好的做法吗？我第一次谈恋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有点痛苦，真的想听听您的建议，谢谢。第一次谈恋爱，那就割舍吧，割舍了再谈谈吧。可以割舍啊，可以割舍，推荐割舍。初恋根本就不懂爱情，东北有位哲人说的，不是我说的。初恋那根本就不懂爱情啊，割舍了吧。然后割舍了以后呢，这不就长长记性了吗？这不就大概也知道了吗？这怎么这半夜这怎么还刷上礼物啊？感谢啊，这谁呀？感谢啊，感谢啊，这刚好几个我都没看见，这个，哎呀，行，不用刷礼物啊，朋友们，感谢啊，这个什么小仙儿啊，什么绿安呐、什么的，还有教练，我教练也在，不用刷礼物啊，朋友们，你们那个你就随。哎呀，姐妹儿太细了，我都读你这封信呢，你的心也太细了，出的事儿也太细了。多谈谈吧，等你觉得这些事儿不是事儿了，可能就好啊。太细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加个那个什么粉丝团，你呢能加一点就进去了啊。多谈谈，可能这个世界呢，不光是恋情啊，我就多说，我说点虚的，我觉得你能听懂。这个世界呢，并不是按照你的心意在走的这件事呢，
是如此的明显简单，说出来是如此的易懂，但其实很多人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真的接受这个世界并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在运转的啊，恋情也不是按照你的心意在运转的。要习惯事与愿违，习惯人家有自己的想法啊，习惯这个世界有它的节奏，这些都习惯了以后，谈恋爱也都会好一些。可能不太习惯这些事情。再读一个吧，你看你们非让我读伤心的，你看读伤心了你们还不高兴，我再读一个吧。再读一个吧，再读一个咱们真睡觉吧，真的1点半了。感谢各位。行，哎呦，这行，看这牛翠翠，我看牛翠翠2850，这个牛翠翠就马上再来个150，就是3000罐了。牛翠翠，明星产品，争取把炉子再给它干坏啊！好吧，我看看，我再看看啊，你别着急，我肯定再读一封。主要这个姐们吧，她说她是第一次谈恋爱，有点痛苦，想听听我的建议。哎呀，我就觉得，你看你已经意识到了，其实很多时候你都忽略了对方的感受。就在这个感情里有点强势，你也意识到是吧？这个东西呢，这段感情挽不挽回其实不是很重要啊。我觉得你们也不太可能将来还会一直在一起。我推荐就是你也可以去试着挽回、道歉什么，这都可以啊。你跟他说通了，你跟他说这些你感受到的、意识到的后知后觉的事情都可以聊聊，这都是成长。你现在需要的可能还是成长，不是说挽回这段感情啊。我就多说两句。我的妈呀！行，这封超长，咱们就来这个吧。蛋总好，我也是一个在上海生活的内蒙人，什么时候能遇到你就好。我32了，每一段恋情都不像样，每次都不超过4、5个月，一定会发生这个狗血的事儿。我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什么诅咒，我卷入，怎么又有朋友晚安无爱是这个朋友的 ID 叫，不用刷礼物啊，谢谢啊，感谢。我卷入三角关系也不止2、3次了，三角关系2次，2次就是6角，3次就是9角关系啊，这种关系，至今没有过长久深入的感情关系，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太会经营恋爱，也没机会经营，人家就崩掉了，是吧？也不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结婚。我平时桃花还行，就是愿意接触的不多。最近神奇的是，同时段相亲了2个男的，我都觉得挺愿意继续接触的，所以陷入了纠结。好嘞，大家帮他选选吧。第一个男生比我小1岁，聊了2月了。微信基本是他找我多，不过话比较少，而且平淡，也不太逗，不太会扩展话题。见面7、8次，见面也是我主动找话题，他话题很少，都是在聊工作。但是如果我想回家的时候，他就很不舍得的样子，感觉他很想跟我多待一会儿，但那个待的过程对我来说有点无聊了。不过也确实有几个瞬间我感到心动，我应该是喜欢他的，但是我目前收着，不让这份喜欢生长，甚至随时准备掐灭，在分开我还不会痛苦的阶段。有时候见面他也会准备一些小惊喜，比如花呀什么的，我说过的话他都会记得，还真诚的跟我聊过几次对他的感觉，似乎还挺用心的。但是不见面的时候，我感觉不到他的关心。我自己是比较冷淡的人，挺需要别人的热情。他有隐晦表达过很喜欢我，我没表态。后来有次我跟他说我们不合适，因为我想要安全感，他提供不了。他说他愿意了解我，希望给个机会。又接触了1周多，我觉得他没啥变化。最近知道他在准备某些惊喜，我感觉再接触下去他就要表白了。你这还没表白吗？再接触下去他就要表白，那他前面这是干啥呢？前面这是干啥呢？可我没想好该如何回应，你还没想好该如何回应，那你们前面这是干啥呢？
对了，我还有一个顾虑，就是他小时候父母离异，看他父母的职业，可能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差。我在上海呢，车房都买了，他现在有车，我俩的收入水平应该差不多，只是家里有差距。我感觉自己不是随便谈恋爱的年纪，我是奔着结婚去的，经济因素也要考虑进来，但又不知道他家具体情况，所以会纠结。我有时候觉得他没那么喜欢我，因为他找我也就是1天1次。他也不是什么都跟我分享，他表达喜欢的时候支支吾吾，像是很不善于表达的人。我很难判断他到底只是不善于表达，还是仅仅觉得我合适才不愿意放弃我。哎呦天哪！姐妹儿，你这心还有一个，还有第二个男生，咱们给他读完吧。反正第二个男生35，是上海本地人，恋爱经验丰富，谈过很多恋爱，很了解女生的心思，特别会提供情绪价值。出去逛商店，我说可爱的小玩意儿，他都会给我买下来，趁我不注意放我包里。这样同样的事情，第一个男生就会说好看你就买呀。这个男生家里条件也要好很多，也会说话，微信或线下见面都很活泼。我就在等一个但是啊，我看看什么时候但是。反正前面都是夸的，前面不看了。哇，跟他相处都很好，特别大大方方的，特别自然。比起第一个男生少了点心动瞬间，但是聊起来觉得他很成熟。但是好，但是来了，但是我又开始怀疑了。哎，他的回答都太完美了，有些不真实。他的工作也很复杂，可能是社会阅历比较多吧。他能把话说100分，我会担心相处起来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态度。而且这个男生给我感觉就是对所有朋友都是活力四射，可能对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上并没有第一个男生那么喜欢我。目前只接触了3次，还拿不准。有点像再多接触看看，有点想再多接触看看，但是又怕第一个男生就要表白了，我啰嗦了一些，那是确实啰嗦了一些。总之，可能我不太清楚自己需要怎样的人，优柔寡断。其实我是想，如果我是想早点看明白，不适合就不要再深入了，干脆的斩断，省得后面真的有感情了又要痛苦的分开。你就没想过真的有感情了就有感情的在一起吗？太累了啊，姐妹儿，你这个信读的我都感觉你心累，你心太累了啊，你把自己耗的心熬的太累了啊，这不行啊，没有那么正好了，是吧？他的其实说白了，说简单点就是俩男生都是各有好各有坏。完了，这2个男生呢，选择一的时候就看到了一身上的不好，看到了2身上的好；选择2呢，就又想起了1身上的好，看到了2身上的不好。跟幸福人生的指导意见是完全相反啊！幸福人生的指导意见呢，就是享受当下就好了。哎，不，选择了就要怕自己后悔啊！为将来的痛苦，要现在提前给它掐灭，大概是这样。想心太重了，心太重了，心太重了呀！我能明白你为啥之前恋爱都谈不明白了。他前面就说感情都没法深入什么的，你好像对深入一段关系确实有点畏惧，你都希望是像那种，你有点希望是这个爱情，就像他给你写好一封简历，你看完一个简历，你就能判断清楚。好，我最好在最初的这个7、8次见面之内，我就不给他拿住。哎，这未来7、80年，我就靠这7、8次，我就能判断清楚。招聘还得面试呢。还有试用期呢，试用期几个月？招聘一个人试用期几个月？
公司新招个人是公司新招个人是看简历就可以了吗？不试试吗，姐妹儿？想要拥有深入长久的关系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去深入一段关系。你就不深入，你在那看说行不行？到底行不行？我好好判断判断。我可不能深入啊！一深入万一痛苦了怎么办？我不能深入，我好好判断判断。哎呀，我这判断不清楚呢。哎呀，别谈了，我看看这个吧，这个能不能深入？这别深入啊，这深入将来分手痛苦，我别深入了，我看看吧。哎呀，挺好。哎呀，这咋又不好啊？哎呀，我再看看这个吧。我很多年前写过一句话，现在像也有点矫情了，但是在这个此情此景分享给你们挺合适的，尤其分享给这个姐妹啊。人要先感到幸福啊，不对，我那个写的还比较文，我写的是我做梦梦到了一个卖花的，两手空空对我说：“人要先感到幸福，才能看到玫瑰。”有点矫情，但是年轻的时候写的无所谓，但意思我觉得说的是好的啊。我现在也认同我说的这句话的意思，但是这个文字是有点矫情啊，能理解吗？人要先感到幸福，才能看到玫瑰。你这一直就觉得不行，我必须先看到这个花，我才决定我要不要接受它，再接受这份幸福。你得先冲啊，你得先深入，你才能摘到这朵花。好吧，好吧，就这个了啊。今天就这个了，1点45了，不能再播了。9000位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这么不爱睡觉，但我今天真健身了，我这真得睡了。我的乳酸已经开始分泌了，我今天又发现了身上一些全新的肌肉模块，它们现在正在酸，我得去照看它们一下了，酸起来了它们。明天争取啊，我努力啊，我争取，明天我争取，因为我确实前2天喝的有点多，我明天争取再播一次。感谢各位。啊，念段书，对，我们有这个固定流程，找一段书给大家念一下，还是念，那就接着念《卡拉马佐夫兄弟》吧。有时候吧，这个新书它就是不如旧书看着高兴，再挑一段《卡拉马佐夫兄弟》念一念。我看看，挑一个，确实这念也不好念。卡拉马佐夫兄弟突然这么挑一段念也不太好念，这个书还是得看整本。哎呦我的天！历届一切弄虚作假，尤其要历届向自己作假。您得提防这一点，每时每刻加以警惕。此外，既不要嫌弃别人，也不要嫌弃自己。哎呀，天哪！不管我们会变得多么狠毒，但愿上帝保佑，别让我们走到这一步。
但只要我们回忆起今天，在他最后的一些日子里，我们是多么爱他。此刻在这块大石头旁边，我们曾这样聚在一起，友好的交谈。那么，即便是我们中间最狠毒、最好挖苦的人，他在自己心里毕竟不敢嘲笑自己，此时此刻曾经那么善良，那么仁爱。不但如此，也许恰恰只有这段回忆能制止他做大恶、闯大祸。那时他可能回心转意，可能会说：“是的，当初我曾经那么善良、勇敢和正直。”即使他会暗自发笑，这也没关系。人常常会对善良和美好的事物发笑，这仅仅是由于轻率。但你们可以相信，诸位，他刚一发笑，心里马上就会说：“不，我不该发笑的，这太不应该了，因为这不是能拿来取笑的。”写的太好了，每次读一段这个《卡拉马佐夫兄弟》结尾，这个就自己都感觉充满力量。明天争取见啊！拜拜，朋友们，晚安，好好休息。